上辈子被渣男辜负，30岁刚 IS， 朦胧之中和一个奇怪的意识 app 绑定，从此财运亨通，翡翠女王当之无愧。小赵，你别吓我，起来，快点起来！张健的眼泪落在安觉的脖子上，联系在红绳上的平安扣都被打湿，泛出了幽幽的光芒。这张健也是，还吃我豆腐。算了，看在他竟然暗恋了自己10年的份上，就由着他一回吧。小觉，你不能就这么走了，我不准，你知道吗？张健怎么不喊了呢？真不像他。周围的声音慢慢淡去，安觉醒来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的怔忡，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我不是肝癌晚期，在暗恋了自己10年的暴发户张健的怀里咽了气，死得透透的了才对呀，怎么又活了过来？安觉不解地眨了眨眼，刚起身便看到床边的镜子，整个人如遭雷击。难道说我回到了过去？安觉，起了吗？我来给你送早饭。你奶奶回家去了，说让你好好和周阿姨相处，不要再闹了。婶婶，我睡得有些迷糊了。你刚才说周阿姨，她和我爸是不是已经？是啊，周阿姨昨天和你爸去领了结婚证，从此以后就是你的继母了。你放心，这左邻右舍看着，他对你不好。刚刚领证，这么说现在应当是1992年9月份，我刚10岁。好，婶婶，我知道了，我不会跟周阿姨吵架的，她也不容易。不，我永远不会认可她。可上一世我说的却是完全相反的话，直到周阿姨出意外死的时候，我才醒悟过来，自己错怪了她。好孩子，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好婶婶欣慰地拍了拍他的小脸蛋，这才放心地走了。安觉吃着早饭，思考着家里现在的情况。老天爷既然让我重新活了，当然要好好的活下去。而眼下最重要的是改善和周倩之间的关系。安觉还记得自己过10岁生日的时候，狠狠在生日宴上辱骂了周倩，还骂她害死了妈妈。但实际上，她妈妈是因为乳腺癌去世的，跟周倩一点关系都没有。说起来，倩会和她的前夫离婚，嫁给爸爸，简直是一笔烂账。源头就在于他们那个厂子里的闲言碎语和奶奶那张了不得的臭嘴。中午，周倩从厂里骑车回来了，一到家脸上便挂满了微笑。中午想吃什么啊？阿姨给你做。我记得你以前最喜欢吃红烧排骨，就做这个好不好？你和我爸工资变少了吧？我不吃排骨了，你炒点青菜就行了。好的，等会马上就好。周阿姨，对不起，我上次不是故意骂你的，你不要生气。周倩惊讶地看着他，心绪起伏，一下子眼睛就红了，走过去抱住了安觉。我没生气，小觉，你没了妈妈，突然之间接受不了我不怪你，我又何尝愿意接受这种安排呢？我明白，你已经尽力对我好了。饭菜马上就好，如果觉得无聊，就看看电视。对了，吃完饭你去薛老师家看看吧，毕竟你是他带过的最后一批学生。安觉应了一声，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机，他想要看看新闻，回忆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既然已经重生，很多上辈子遗憾的事都要想办法阻止他们发生。今天是1992年9月21日，为什么老天爷会选择让我在这一天重生？今天正是薛老师遭遇车祸去世的日子。安觉顾不上午饭，凭着记忆冲往了薛老师的家门。安觉6岁跟薛老学习书法，因为家里穷，薛老师为他支付了基本的笔墨纸张费用。薛老师，您在家吗？怎么办？薛老师难道出门了？记忆里的车祸应该是发生在菜市场附近的。安觉立刻下楼，朝着几百米外的菜市场跑去。他拿薛老当爷爷看，平时从他那里讨要一些书本纸墨。10几年后才发现，薛老师送给自己的都是上了年头的好物件，其中竟有乾隆年间的玉质徽墨。只是他车祸后，这的东西就被几个农村亲戚处理了，既是卖给了收破烂的，倒是薛老师的那间房子略值点钱，卖的钱被几个亲戚瓜分掉了。安觉拼命朝菜市场跑去，他想要薛老师多活几年，教自己几年学问。薛老师，你还是多活几年，多教我几年学问。还有那一屋子宝贝，别随便送人，更别让不懂学问的亲戚给随便处理掉了。安觉拼命跑着，终于看到了眼前的菜市场，也一眼瞧见了拎着菜从市场门口走出来的薛老师。薛老师，危险！天哪，出车祸了！你这小丫头片子怎么回事？不要命了啊？难道还是救不了薛老师吗？哎呦，小姑娘，你可算醒了！你可把我们几个人吓死了，幸好没事，不然可怎么对你爸妈交代啊？拖拉机应该没撞到人吧？撞到人了，真是太惨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当场就咽了气。哎，这天煞的，那肇事司机酒后驾驶呢。闻言，安觉瞬时噤了声，脸色煞白的挣扎了站了起来，刚走了几步就摔倒在地。小姑娘，你这是怎么了？别是刚刚磕到脑子了吧？走，我送你去医院。不，谢谢你，我想先去看看老师。哎，你这孩子，大妈带你过去，让开点，
这孩子是那老爷子的学生。安觉终于走到了车祸现场，薛老师的面前。薛老师，都是我没用，救不了您。哎呦，这孩子认识这老先生啊，赶紧通知他家里人过来吧，太可怜了。警察和救护车马上就来了，但是估计是没救了吧。不一会儿，救护车便赶到，只是薛老师已经咽了气。这名叫薛景然，现场谁是薛景然的家属？薛景然大师，10几年后被评为近代有名的国学大师之一，竟然就是自己的薛老师。哎呦，小姑娘，你别这么伤心了，你的老师已经走了，咱们得让他走得安心，你说对吗？我的眼睛突然看不见了。医生，这孩子刚才也差点被车撞了，摔在地上时不知道是不是磕到头了。年轻的女医生立刻将他抱到了椅子上，初步检查了一下，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眼睛疼，需要拍个片子看一下。哎呦，这可是大事，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爸爸妈妈是哪个单位的？这我得赶紧通知他们呀。没关系，我们先带他去拍片子，您通知他家里来个人。孩子，你叫个什么名字啊？不好意思，奶奶，我叫安觉，就住在塑料厂宿舍。我爸爸叫安定，是塑料厂铸模车间的工人。好，我马上就给你爸爸打电话。别担心，你眼睛不会有事的。先跟医生阿姨去拍片子吧。安定听说安觉眼睛看不见了，吓得赶紧扔下手里的工具，跟老班长打了个招呼，就骑上自行车往职工医院赶来。他的眼睛没事，但又想不通他为什么会眼睛疼，所以我们怀疑可能是惊吓过度所导致的神经性疼痛。怎么还有这种病？爸，我没事，回家吧。先回家吧，多休养几天就好了。回到家后，安觉便躺床上睡着了。可是谁知等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的眼睛有些古怪。我的右眼上好像多了个古怪的东西，清清凉凉，已经没有之前的刺痛了。奇怪了，那个古怪的又消失了。他放下镜子眨了眨眼，发现右眼的绿色小点依然存在，只是镜看不到而已。而且我好像可以随意控制这个小绿点的大小啊！不大一会儿，那个绿色小点就扩大成了一个巴掌大的东西，占据了他右眼的所有视线。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啊？安觉反复试了几次控制小绿点之后，决定暂时先不管它，先观察几天再说。因为薛老师的离世，安觉心情很差，他决定把薛老师的书籍、杂物都整理出来。以前不整理不知道，这一整理，他才觉得自己竟然也是坐拥宝山而不自知。光是乾隆时期御制的徽墨，薛老师救了我好几套。这要是放在懂行的人手里，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古董。这里也有好几本薛老师留下的古籍，要是有同学过来玩耍，不知道轻重的搞坏，可这几本书可就麻烦了。不过一时半会儿，安觉的房门被轻轻推开。小觉，你醒了啊？安觉的眼睛已无大碍，父亲为了安慰他，买了排骨，打算给他做最爱吃的糖醋排骨。我还不饿，等周阿姨回来，我们一起吃吧。好，我们小觉懂事了。安觉看到爸爸这么高兴，更加坚定了今后要和周倩好好相处的决心。而周倩也是傍晚6点左右往家走。周围邻居说了今天菜市场门口的车祸，还有安觉差点失明的事，火速就冲回家。爸爸今天做了糖醋排骨，我们有口福啦。好孩子，你没事吧？都怪阿姨，要是我今天不让你出门就好了。不，这怎么能怪周阿姨呢？薛老师的死是个意外，那你得眼睛看东西可清楚啦。周阿姨放心吧，快来吃饭吧。一家3口这顿饭吃的是既温馨又开心。这天晚上，安觉的班主任来家访，带来消息，薛老师的丧事只能由学校操办。安觉这孩子重感情，又是亲眼目睹薛老师遭遇车祸，这心里指不定要难受好些日子。当然，我们家安觉是好孩子，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这天，薛老师火化的时间也定了下来。龚老师知道安觉一定想去，就通知了他。觉一路随车把薛老师的骨灰送上了他的老家，记住了他坟墓的位置，这才跟随龚老师回家。在路上，他忽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薛老师家里的书现在还在吗？怎么了，安觉？薛老师的书应该被他的亲戚拿回家了吧？薛老师以前跟我说过，他家里的亲戚孩子没有一个是读书的了，这样的人怎么能照顾好那一屋子的书呢？我想把薛老师的书都买下来，好好保管。我可以帮你问问薛老师的侄子，但是他肯不肯卖给你就不知道了。回到家后，安定听说他要买下薛老师的书，也能理解自己的女儿对老师感情深，又爱惜书本，难怪会舍不得。买书当然可以，但是爸爸这1年的工资很低，没挣到什么钱，只怕买不了多少书啊。爸爸，我可以找奶奶借钱，等下个学期拿到奖学金，我就还给她。这你奶奶她才刚借了1万块给你小叔。奶奶偏心。安觉，你不能这么说奶奶，你实在想买书，我看买个10来本就够了。不行，我得把薛老师的那些书和笔墨纸砚都买回来，我自己想想办法。
一个半大的小姑娘能想出什么办法？先等龚老师打听价格再说。小菊爱读书是好事，就冲这点，阿姨支持你。放心吧，周阿姨，我买书是有大用处的。没过多久，龚老师就打听到薛老师的侄子狮子大开口，想买书要拿5000块。5000块，龚老师，您看这样成吗？我想亲自和薛老师的侄子谈一谈。好吧，我可以带你去见见他。思考了一晚上，安觉第2天做出了一个让并和周倩都非常讶异的决定。小觉，你打算找小叔借钱吗？别是发烧了吧？我自然有办法，爸，你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安觉的小叔名叫安分，确实不是什么老实人。安觉在上门拜访之前就做好了充足的心理准备。小叔你在家吧？安觉特意挑选了中午的时间过去。这个世界，安分一般都会回家吃饭。哟，是小觉啊，你怎么来了？我知道了，来看双胞胎的是不是？我来看看2个小宝贝。安觉随即掏出来1幅字，送给了小叔。小叔，这是我写给2个未来的科学家的，我看他们面相好，有福气，以后他们肯定能有大出息。安分听到这话，心里更开心了，接过字画来一看，鹏程万里。咱们小觉就是聪明啊，这读书好，说话都比别人有水平。小叔，我小沈最近心情还好吧？安觉指了指里面，声音压得更低了些。小叔，我看小沈对你挺好的，你不会想离婚吧？我们班上好几个同学的爸妈离婚了，他们的日子可悲惨了。啊，你怎么会这么说？我那天看到你和一个好看的阿姨亲嘴呢，还以为你重新找个老婆，不要小沈了呢。瞎说啊，你在哪里看到的？难道是和小丽那次约会的时候没注意，被她瞧见了？小叔，你这是怎么了？对了，我爸单位最近效益更差了，唉，我连排骨都吃不上了。小叔，我想留在你家吃排骨行吗？安分的脸色像是吃了屎一样难看，一下就明白了安觉的话里另有深意。安分那么精的一个人，竟然中了安觉这个小鬼的道。好，就留在我家吃排骨。那个小觉啊，你家现在缺钱吗？缺得多吗？听我爸说，他上次找同事借的5000块都还没还完呢。哎，我爸太辛苦了，为了我读书借了不少钱。读书好了才有出息。我陪你一起回去。这5000块先借给你们家，把眼前的难关度过了再说。小叔，这怎么好意思呢？真是太谢谢了。随后，安分一路把安觉送回了家，直到看到他把钱放在了安定手上，才放心。自家兄弟有困难，当然要互相帮助了。这点钱算不了什么，等大哥和大嫂手头宽裕了，再还给我就行。安定一头雾水地接受了这笔钱，完全不知道安觉是怎么说服他这个一毛不拔的弟弟的。你小叔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大方了？大概是被小沈调教的好吧。我看小叔比过去变得可爱多了，你说是吧，周阿姨？随后，安定把钱包了好几层，塞到了自己的背包里，就带着安觉和龚老师集合，去薛老师家买书了。龚老师，你说的该不会就是这个小丫头片子吧？她才多大，就能做主买人家的遗产了？这位叔叔，您这话说的就不中听了。莫欺少年穷啊！长话短说，我今天是来买薛老师留下的书籍、画作和笔墨纸砚。他这一席话，顿时把在场的3个大人都惊住了。不得了，现在的小姑娘都这么厉害了啊！我也不砍价了，一口价5000。好啊，咱们这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怎么样？龚老师，你就做个见证吧。这字句怎么写，我不知道，也麻烦你好了。真决定了，这也太贵了，你们这钱花的实在有些冤枉啊。没关系的，龚老师，这有的东西在别人眼里是垃圾，但在我眼里却是无价之宝。你这小姑娘有点意思啊，我这就把所有东西打包拿出来。说罢，薛小贵动作麻溜地按照安觉的要求，把那些书画、笔墨和纸砚都捆起来并搬了出来，还顺便帮他们雇了辆挺大的3轮车，交易也愉快地完成了。太好了，这笔文化遗产总算帮薛老师保住了。龚老师，真是谢谢您啦，改天我请您吃顿饭吧。你这孩子多大年纪就把大人那套给学着了？我就是想感谢您嘛。龚老师您放心，我期中考试一定给您考个年级第1。这才对嘛，你考一个好成绩就是对我最大的谢礼。书是安安全全买回家了，可是存放成了大问题，只能暂时将这些宝贝放到自家小平房里。所有东西都搬好存放完后，安觉一步3回头地离开了小平房，心里盘算着要尽快买套大房子。回到家，他就跟安定打听起来这件事来。小教，你说福利房啊，这次塑料厂分房的政策不大好，应该轮不到你爸和你周阿姨。爸，您可以先去打听一下，我听班上李小豆说，这可能是厂里最后一次分配福利房了。好，我这就去找厂里的财务喝酒去，打听一下情况。看到爸爸有了干劲儿，安觉非常高兴，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写完了作业，又锁上门，观察起自己的右眼来。绿色翡翠的轮廓似乎变得更清晰了些啊。他重复着放大、缩小的动作，想要看看它还会不会有变化。试了10几次后，
发现这东西的模样果真变得更清楚了。这好像是福寿三多的纹饰啊！福寿三多指的是由佛手、桃子和石榴组成的纹饰，佛手寓意平安吉祥，桃子是寿桃，代表着长寿。有时间要再说李帆帆，这东西和薛老师大有渊源，否则怎么会在他离世后出现在了自己的眼睛里呢？因为眼睛不适的原因，安觉请了几天假，这一销假，他就得按部就班回学校上学了。他所在的这所学校是县一中，升学率出了名的高，师资力量不错，好多家里读不起重点小学的，又想让孩子提高成绩，就都把孩子转到这里来读。安觉的同桌李小豆就是这样的。哎，安觉你3天没来了，真是快急死我了。怎么了？没有我在，你该不会作业都做不完了吧？嗨，可不是嘛。不过最重要的不是这个，我告诉你哦，隔壁班上转来了一个学霸，我们俩从小就不对付。还有你怕的人呀？男生还是女生？男生。要是女生的话，我可不怕。万一以后要是狭路相逢，你可一定要帮着我点儿。我当然会帮你，你先带我瞅瞅。李小豆小心翼翼地拉着他的手，磨蹭到隔壁班走廊的窗户底下，探头探脑地瞄了一阵。你看，就是倒数第2排靠窗的那个男生，他个头很高，都快175了吧？不是讨厌吗？连人家身高都知道得这么清楚。哎呀，你快看吧！安觉笑着摇摇头，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瞬间石化当场。他叫什么名字？段琛啊，怎么了？没事，我可能认错人了。因为这个插曲，一上午安觉都心神不宁，什么课都没听进去。但是放学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这么巧，安觉和段琛居然撞了个对脸。咦，我以前是不是见过你？我没见过你，你别挡着我，你这个搭讪的方法早就过时了。段琛却盯着他使劲地瞧起来，还走近了几步，在他的鼻尖要碰到安觉眼睛的时候，忽然大叫一声：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菜市场门口差点被车撞了的那个女生吧？没事，就是摔了一跤。怎么他对我有敌意呢？我做什么让他讨厌了？晚上回家写完作业，安觉拿出笔墨纸砚准备练字，正研这末，他突然感觉到右眼一阵刺痛，立即捂着眼坐在了床上。怎么又开始疼了？突然安觉眼前竟然出现了一个绿色的界面，长方形如翡翠般好看，上面还有用楷体写的几个黑色大字：位面玉石交易平台。我九剑，这是个什么东西？他琢磨着这个东西的名字，心头忽然蓦然一动，和玉石有关的，莫非是个类似于 APP 之类的工具？很快沉下心来进行思考。对于玉石，他了解的不多，当下唯一的突破口就是界面上的苏白宁和奇怪的位面坐标。搜索苏白宁的相关资料，不到1秒的时间，页面上弹出了一个子页面，上面不但有苏白宁的照片，还有他的基本资料，这让安觉禁不住惊喜过望。觉惊讶的表情还没缓和，面前的这张子页面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原本清晰的文字变得扭曲起来，很快变化成一圈圈水纹，旋转变模糊的成了一团混沌。紧接着安觉的心脏就像是骤停了一样失去了意识，他在醒来时，刚才的页面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大的绿色页面，忽然上面出现了一张巨大脸庞。你是苏白宁？你是谁？那个姓薛的老头呢？他上次答应借给我看的书，怎么迟迟还没有发过来？薛老师几日前不幸遭遇了一场车祸，去世了。这么说，现在是你继承了他的玉石交易平台？应该是的吧。这么说，薛老头儿是你的老师，那老师欠下的债，你是不是应该帮他还？我需要几天时间整理一下老师留下的书，再答复您，您看行吗？你这小丫头倒是乖觉。好，3天后我再来找你。一觉醒来已经是第2天清早，安觉因为玉石交易系统还睡过了头。你才吃了一个包子，怎么够？再拿一个。饭盒还是热的，记得到了教室就吃。好好，我知道了。还好学校距离他家不远，安觉一路小跑到门口时，刚听到早课的预备铃。你今天怎么这么勤快？多了个包子吃不下了，吃吗？好香啊！我来的时候就看到了，也不知道是谁写的，太过分了。看这笔记，大概是上官飞吧。所谓不管是谁都跟我没关系，难道还上赶着承认自己是那什么吗？我就喜欢你这淡定劲儿，特有范儿。但是上官飞明显没打算放过他。这天放学后，带着几个女生把他堵在了后门，手里拿着几根橡皮筋。知道我为什么要拦住你吗？不知道啊，莫非你是有数学题不懂，要找我来问问？你别得意，河东喜欢的是我，上次不跟我讲题只是因为他心情不好。哦，是你，就是你，河东喜欢你。好，我知道了。你别以为自己学习成绩好，河东就一定会喜欢你了。我们从小就好了，等我高中毕业就会嫁给他的。然后呢？你以后离河东远一点，不然我就用橡皮筋弹我，我好害怕哦。上官飞还想再说1、2句威胁他，却发觉自己没词了，羞恼地上前踢了安觉一脚。那完了吧，那完了我就走了。
河东，你误会了，我刚才没有。对不起。不关你的事，他脑子进水也不是1、2天了。不过这2天水龙头好像开大了点。我送你回家吧。不用了。为了节省时间，安觉绕过了菜场和五金市场，打算从4方街抄近路。站住！敢在我王老三跟前碰瓷，老子剥了你的皮！靠，你个小丫头片子，竟敢砸我！哎呀妈，别打！哎，别打！妈的，今天又没进账，看着是个大老粗，没想到还会看课本。哎，喝点水漱漱口吧。是你啊，小丫头，怎么还没走呢？你刚刚是真的在碰瓷吗？你个小东西，管大人的事做什么？我刚没撞伤你吧？快走，我不要你的水。你叫什么名字？你问这个干嘛？是不是觉得叔叔我长得特帅啊？不说就算了，我请你的，不要就扔了吧。你这小丫头有点意思。我叫齐健，齐人之福的齐，雄身雅健的健。你呢？安觉，安定的安，觉悟的觉。刚才撞到了，算是我不对。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吧。一个姑娘家的，回家晚了小心被二流子盯上。好。我说你就不怕我是人贩子，把你给拐卖了？你不会的，走吧，我家就在前面。你一直都在那个市场碰瓷玩吗？你这说的什么话？我都说了我不知道那几本书是假的，我也是受害者，被一个老头骗了呢。是吗？除了课本，你还用什么碰瓷？古玉、翡翠、瓷器？我是正经生意人，我说你这丫头说话注意点。你回去吧，改天我要没事去市场找你玩。我看你还蛮顺眼的，提醒你一句，别去那儿，那里不是你们小孩子去的地方，坑蒙拐骗的坏人多的是。安觉看了他的背影很久，直到再也看不到了，才回过神，拿出钥匙打开了门。齐健，怎么会姓齐呢？没想到20岁时的你竟然混得这么惨，一个碰瓷的混混，我的妈，简直怂死了。二人分别后，安觉也来到了存书的小平房。宋台州本荀子，宋板州礼。哎呦，这几本可了不得。安觉埋头翻找了一阵，总算把苏白宁书单上的书都找齐了。他长出了一口气，我回来啦。怎么这么晚才回来？跑去哪儿？疯了？饿了吧？我把饭菜热一下，你就能吃了。谢谢周阿姨，我自己去盛饭吧。我去了小平房，拿了几本书回来看。以后你要去那里，先跟我们说一声，知道吗？因为最近安定总是听说有学校的女孩被色狼尾随跟踪的事情，有点担心，但又怕说出来吓到安觉。好，我下次一定先告诉你们。吃完晚饭，安觉迅速写完作业之后，开开心心的唤醒系统。苏仙人，您在吗？有点奇怪，平时这个时候不应该困的，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个位面平台会消耗你的体力和精神力，你比平时困倦，这再正常不过了。苏仙人，您来了啊！3天不到你就上来了，不错，书带来了。都在这里了，不过我有个疑问，我也从来没用过这个平台，这书要怎么借给您看啊？你没看平台操作指南，我借书看看而已，很简单，你把它们放在手上，平台系统会帮我扫描。哦，就这么简单？扫描还得你的意识来操作的，我跟你中间隔着一个位面呢。哦，对不起，我这就扫描，请扫描荀子。没错，就是这样。这几本书够我研读几个月的了。你想要什么报酬？我也不知道，您随便看着给吧。苏白宁略一思考，从袖子里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掌心，1秒后，这件东西就传递到了安觉的手上，这吓了安觉一跳。胆子这么小啊！这件东西是个小摆件，看形状和体积大小，应该是个扇形的笔枕。这难道是块墨翠？不过是借出去几本书就能得到这么高额的回报，简直比炒股还要暴利。明天去古玩邮票市场打听打听这东西的行情。因为得到至宝，安较开心的一宿没睡好，直到第2天6点，索性直接爬起床来。上辈子我英语还不错，但是口语是弱点。虽然现在才小学，还没开英语课，但想学考古，再学1、2门外语还是有必要的。起这么早啊，会不会太辛苦了？不会，我精神好着呢。我去买早点吧，豆浆油条行吗？行，你爸要吃到你买的早点，一定高兴坏了。安定一起床就知道女儿买的早点，一早上一直笑个不停。对了爸，您单位福利房的事儿打听到了吗？这次的福利房政策还没下来呢，还要再等等。能让爸爸感到为难的，一般只有2件事，一个是家里缺钱，一个就是奶奶又作妖。随后到了学校，安觉也是抽时间找到几个同是塑料厂工人家庭的同学，问了分房的问题。要我说，这里头肯定会有猫腻。摇号听起来公平，但是摇号的是谁？不都是厂里的领导吗？所以我妈今天就打算去给厂领导送礼了。哎，安觉，你们家也要送的吧？不知道，我爸还没想好。听说这是最后一次福利房了，错过了就再也分不到房子了。
我妈打听了一下，1个平方200不算太贵，每平方200元，这价钱跟菜场旁边的住宅小区的房价都差不多了，还是新房。但是这种福利房一般面积都很大，以我们家现在的经济情况，恐怕连80平米的一套房都拿不下来。但如果买套菜场旁边的房子呢？那里面积小说不定可以，而且那里还会拆迁，拆迁费可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心里有事，安觉放学走出校门时差点撞到人，抬起头一看，愣了。怎么走路都不看地？没事吧？请你喝水。啊，不用了吧？快拿着，上次你被上官飞踢了一脚，都是我的原因，你总得让我表示一下吧？我本来还想让他给你道歉来着。别，你可千万别，他那大小姐脾气，你让他跟我道歉，他不得更恨我啊？你真有意思，要不我送你回家吧？您赶紧走吧，我还不想成为女生公敌。安觉总算松了口气。不久，古玩邮票市场的大铁门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他用力拉了下书包带子，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安觉一眼望过去，卖什么的都有，陶器、瓷器、玉器、古钱币、鼻烟壶、古籍，带土的不带土的。安觉心说自己这趟大概是白来了，正打算转出去，闻到了一阵饭香味。哎呦，大妹子又来给老陈送吃的啦！老陈，你这老小子可真是有福气啊！累了吧？快来我这儿坐坐。你别听他们瞎掰扯，都是羡慕我呢。太不方便了，人家今天穿着裙子呢。没事没事，我给你挡着，不会让人看到的。这个许丽丽一看就是个嫌贫爱富的。喂，小丫头，别挡着路，你这胆子吃鹌鹑蛋啊？你家大人呢？我跟着哥哥来的，他喜欢翡翠，说要来这里转转，刚上厕所去了。想要看翡翠，这地儿可没有。你哥哥要是想好点的翡翠，不如去老瘸子那里问问。谢谢叔叔，请问哪位是老瘸子啊？就最里头那个摊子角落里的，喏，就是那个秃顶的老头子。老爷爷，听那位叔叔说您懂翡翠，我哥哥可喜欢翡翠了，所以我想来帮他问问。老瘸子正埋头用个小铁锥，不知道在锤什么。听到他的声音，抬起头瞄了他一眼，没吭声。老爷爷，您知道哪有翡翠吗？你知道什么是翡翠吗？要是啥也不懂，就赶紧回去吧。跟你这么个小丫头片子说话，浪费我的时间。安觉迟疑片刻，露出独属于他这个年纪的清澈微笑，蹲下来，在他面前的摊子上看了起来。老爷爷，我想看看你那堆白干脆里的小墨枕，行吗？您不吭声，我就当你同意了。这东西挺好看的，拿回去给我哥哥垫个桌角，正好。你这丫头，刚才还说这是一块墨枕，我老瘸子的东西宁可不卖，也绝不卖给不识货的人，白白糟蹋了。你老敢把它放在一堆不值钱的白干脆里头，难道就不怕被人随手捡了漏？我喜欢这东西，家里也有上好的灰墨，绝不会辱没了它。我想请个假，您老愿意吗？老瘸子放下手里的刻刀和石头，这才正过脸来，仔细端详起安觉来。你家的真有灰墨啊，你哥哥的东西。不是，我哥喜欢翡翠，对古墨是一窍不通的。您老对灰墨也有研究。我这辈子1好石头，2好古墨。你这小丫头要是没骗我，就把家里的古墨带给我看看。老爷爷，我今天第一次到这里来，什么规矩都不懂，您要是能提点提点我，古墨拿给您看看，这绝对没问题啊。你这丫头鬼精鬼精的。好，我今天就带你去见见世面。大雄，帮我照看一会儿，我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安觉喜不自胜地跟在他身后，走了几步，发现老瘸子健步如飞，根本就不瘸。是不是想问我为什么脚好好的却叫老瘸子？是的，为什么呀？我早些年的确是瘸的，学了点雕刻手艺就飘了，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被人生生打瘸的，现在能正常走路了，是因为前2年有个小崽子帮我找了个名医治好了。您这是老来得福啊，过去的事都是过眼烟云，没什么好想的了。看你不过10来岁，说话怎么这么老气横秋的？不过你说的对，我都这把岁数了，现在就图活个痛快。没几分钟，他们就来到了一个像是仓库的平房门前。老瘸子上前在铁门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是您啊，我们老板昨晚喝酒到现在还没醒呢，这您孙女吗？你就当他是的吧。长发男听到他这么说，没有意义地打开了仓库的大门，让他们进去后又快速地把门合上。这一片都是新到的原石，看不出什么来。您要是想带小姑娘看个热闹的，就去那边吧，半开窗的、擦了皮的都有。这简直是意外之喜，我还从未看到过未经雕琢的翡翠原石呢。行，那你去忙吧，
我带他看一会儿就走。你别看这些石头看起来都灰扑扑的，跟屎壳郎似的，但指不定哪一块里头就有价值连城的翡翠。那您说的好翡翠就在这些石头里哥，可这我们怎么能看出来呢？又没有透视眼。你这脑子转得够快的，要真有谁能有透视眼，那他一定能成为翡翠王。你来看看这个料子的擦口，就是这里，能看到里头有什么吗？看不清，就是觉得里面好像有绿绿的水在流动似的。没错，这块里头就有翠，我估摸着水头还不差。好深奥啊，看来这翡翠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嘛。那是当然，学问深着呢。那什么样的翡翠算是最好的呢？在绿翠里头，最顶级的叫做帝王绿。除了常见的绿翠之外，墨翠红、翡子紫眼睛或水头够足，也非常具有价值。老瘸子带他看了大约半个小时，就拉着他离开了。这里的老板虽然和他相熟，但他也不便逗留。你哥哥如果只是对翡翠感兴趣，想买1-2块自己带着玩，那就去六道街的珠宝城。丫头，我看你悟性不错，你要是个男娃娃，我真想把一身的手艺传给你。老爷子，您太看得起我了。我姓裘，你以后就叫我裘爷爷吧。要是有空，以后多来市场里看看我，跟你聊天挺有意思的。好，我一定来。裘爷爷，我叫安觉，你以后叫我小觉就行。好，赶紧找你哥哥去吧。安觉打定主意，每个星期都有来看看丑老瘸子，等两人关系更熟人一点，他就把自己的墨翠笔枕拿出来给他长长。晚上回到家，安觉练了1个小时的书法，就听到周倩在客厅喊他：小觉，你的电话。是谁呀？你的同桌李小豆，他爸爸是不是公务员呐？你说他能知道现在我们这块房子的均价是多少吗？要不我问问小豆。小觉，我妈非逼着我上奥数补习班，怎么办啊？我对奥数根本一点兴趣都没有，都怪段琛啊！这还关他什么事吗？我跟你说过，我们家跟段琛家是认识的吧？他要不是学习成绩那么好，我妈能成天盯着我吗？真是讨厌死了。好好跟你妈谈谈嘛，你真不愿意，她还能绑着你去上不成？你又不是没见识过我妈那脾气，平时什么都不在乎，唯独在乎我的成绩。她还想要段琛辅导我的功课呢。我看这样吧，不如我来辅导你，女孩子毕竟更方便点。不过我可是要收辅导费的哦。行啊，我问问我妈，她要是同意，那就这么办。对了，我还有个事找你打听。几分钟后，安觉挂了电话，转过头望向周倩。李叔叔说，咱们这片目前的房价都不高，在195元每平米左右。周阿姨，我们家是不是买不起福利房呀？你爸今天又加班了，他想多挣点加班费，但是我算了算，要拿下一套这福利房确实有些困难。这福利房是哪天摇号呀？后天，听厂里的人说，摇号后就会出名单，随后的1周内就得把房款交齐。如果时间不是这么紧，我跟你爸还能多攒点钱。先摇号吧，实在不行，我再去找小叔借点。先摇号吧，实在不行，我再去找小叔借点。你小叔上次能借钱给我们家，我已经很惊奇了，总觉得心神不宁的，现在这钱都还不上呢。周阿姨，你知道菜场旁边的红旗小区吗？听说他们那儿现在的房价挺便宜的，如果我们买那里的房子，那块的房子可有些年头了，这买了房子就要住一辈子的，还是新的，好吧？就是因为旧，所以搞不好过几年就会拆迁呢。李叔叔好像知道点内幕消息，福利房如果实在凑不齐钱，我们就考虑下红旗小区的房子，你说呢？好，就按你说的办，你爸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尽管决定了要做2手准备，安觉还是翻来覆去没睡好觉。要不过几天就把墨翠拿给丑老瘸子看看，最好能尽快找卖家卖掉，价格低一点也没关系。几日后，工厂上摇号大会时，听着同事们一个个的发出欢呼声，安定额头上的汗水更多了。这能不能买是一回事，要是连摇号都摇不到，就太糟心了。你们听说了吗？咱们塑料厂到了明年，搞不好会裁掉一部分人呢。你从哪儿听来的？别瞎说啊！我怎么是瞎说呢？我小舅子是厂里宣传部的。安定扶着墙壁，身子陡然一颤。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那我和周倩可怎么办？我们在塑料厂干了20多年，除了做模具，其他的什么也不会。怎么了？这是没摇到？哎，算了算了，你也别多想，我和小觉又不会怪你。我看红旗小区也不错，有套1楼的房子要卖，我今天下午没事就去看了看，不小了，有70平米了，外头还带个大院子。好吧，我明天也带上小觉过去看看，要是真好，我们就和户主谈谈价。小觉怎么还没回？哦，他去小平房找书了，说是7点前肯定会来。安觉走在四方街上，
心情不是太好，因为走路没留神，和迎面走来的许丽丽撞了个正着。小浪蹄子，你是不是眼瞎啊？走路都不会？你眼瞎了啊？走路都不会走啊？赔钱货！撞到你们是我的错，但你们却张口骂人，有点过了吧？你撞到老娘了，老娘骂你两句怎么了？长得一副贱骚蹄子的模样，狗娘养的东西。不好意思，我听不懂鸡说的话。妈妈，他说听不懂鸡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啊？许丽丽这时反应过来，松开儿子的手，朝着安觉走过来，抬手便要往安觉脸上扇。居然敢骂老娘是鸡，你才是出去卖的鸡！安觉个子矮，一个弯腰就躲了过去，指着他笑。我说的就是那种在菜市场被关在笼子里卖的鸡。我打死你！小胖子捡起路边的石子就往安觉身上砸，安觉护着脑袋往后退了好几步，就怕被不小心砸到了眼睛。兔崽子，石头是能随便乱扔的吗？放开我！放开我！你放开我儿子！要是我儿子少了一根头发，老娘跟你没完！原来是你儿子，难怪呢，从小不学会好，长大迟早蹲耗子。就你那点烂事，我是懒得说。你背着老陈干过什么？心里没点逼数。许丽丽的脸色瞬间煞白，抱起小宝转身就跑，没敢再放一个屁。不用怕，他们走了。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我请你喝饮料。行啊，那就来一瓶甜的就行。安觉点点头，立刻钻进前面一家小卖部，买了2瓶健力宝出来。行啊，你一眼挑中了我最喜欢的饮料。这女人挺记仇的，你下次碰见她绕着走，明白吗？我明白，这小孩不跟大人斗吗？对了，你知道丑老瘸子吗？你怎么知道？安觉把前天的事儿说了一遍，看齐健脸色不对，立刻紧张起来。是不是仇爷爷出什么事了？裘爷爷那天带我去了一个仓库，里面全是翡翠原石，你应该也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对吧？好，我可以带你去看他，但到了他家里，你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问，就算有什么疑问，也要等出来后再问。我能做到。所以裘爷爷到底出什么事了？他过去的仇家找来了，逼着他交出一件东西，但早就不在他手上了，对方就把他打了一顿。去医院了吗？他不肯去医院，刚好邻居是个老大夫，帮他看了伤，包扎好，开了点药，现在就在家里养着。这帮人也太狠了，什么东西那么重要，找不到还要打人？裘老瘸子以前在这一片是有名号的，古玩行当里的人都叫裘老六，他一手雕工不错。听你这么说，他当年得罪的人是不是特别厉害？我也是道听途说，不过裘老瘸子认识的人多，真要出点什么事，愿意帮忙的人不少，他晚年不至于过得太凄惨。裘老六，我来看你了，还带了个小朋友，你不介意吧？裘爷爷，我是安觉，您还记得我吗？是小觉呀，嘿嘿，你上次给我的奶糖真甜呐！安觉抿嘴而笑，随即在书包里翻找起来，掏出最后2颗大白兔，走到床边。您要喜欢我，下次给您带一大包过来。你俩怎么凑到一块儿去的？我跟安觉认识，上次那套课本没卖出去，我被那屠夫追着打的时候，正好被他撞见了。小觉啊，你来找我是有事吧？本来是想拿这件东西给您长长眼的，但没想到您受伤了，要不改天吧？不用，你拿近点儿。小齐呀，帮老头子把抽屉里的老花镜拿过来。你这东西是从哪里得来的？如果是祖传的，赶紧拿回去，不要轻易给外人看到了。真是古玉，小声点儿，你这丫头还是年纪太小，不够稳重。这是我无意中捡漏买来的，我家里现在特别缺钱，所以就想着把它卖了，也能让我爸妈少发些愁。您看，我倒是认识几个人喜欢收藏古玉等等。小齐，你快去厨房给我端一碗温水过来。齐健诧异地挑高了一侧眉梢，迅速地拿回来一碗温水，放在了桌子上，放进温水里泡一泡，5分钟后告诉我结果。有中药的味道，还挺浓的。你这丫头和玉有缘呐，随便捡个漏就能捡到一块用药养了几10年的墨翠，简直是福运滔天呐！好玉不但具有观赏和收藏价值，长期佩戴会对人的身体有好处，这个你应该听说过吧？是听说过，所以这其实是一块药玉，但药玉干嘛要做成笔枕的样式呢？你仔细看，这真的是一块笔枕吗？它虽然是山字形的，但这间距是不是太大了点儿？你把指头放在上面试试。安觉眨眨眼，伸开手指中的3根放在了山的凹陷处。我的食指和中指刚好能放进去。拿墨翠做药玉的，我也是第一次见。这般蕴养了几10年的药玉，药性都渗透进了玉的肌理里，对身体极有好处。你真舍得卖？我卖。那好，我给你联系几个人，但是这价钱我就没办法帮你谈了。既然你和小齐认识，不如就让他代劳好了。你这什么表情？要说这谈价，我可是很有经验的。
小琪是古老的徒弟，这变玉石玉的本事还是不错的，而且10几岁起就在这一片做掮客了，把事情交给他不会有问题。好吧，我就相信你一次。不过你不是专业碰瓷的吗？他是专业碰瓷儿的。哎呦，不行，笑得我要岔气。小琪呀，你怎么也不跟小爵说清楚？你这小子，难道不是吗？那套课本确实是假的，你还让人家赔？裘老帮安爵看过了那个酷似鼻枕的东西，竟然是一件价格不菲的墨翠药玉。你说你一个大男人，度量怎么这么小？哎，你帮我谈价，这中间人是不是要抽成的？哟，看来你还不傻，这都知道呢。如果是生客，我一般抽3成佣金，但既然是你，那就2成好了。2成就2成，那东西先放在你这儿，等确定好买家了，你再找我。随后两人顺其自然地交换了电话号码。如果是我爸妈接的电话，你就说是我的老师，有事找我，知道不？哦，这冒充老师可需要点技巧啊，需要我送你回家吗？不用了，趁着天还没黑，我10几分钟就走回去了。齐健便只把他送出了门，待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立即转身回到屋内。他们是不会放过我的，我不想连累你和古老，要不还不到那份上，您可千万别说这种丧气话。很快，齐健就找好了买家，谈好了价格，最终以5万的价格成交。我就把它卖给那个出价5万的买家了，我抽1万，剩下的4万我怎么给你？要不就存在你爸爸的折子上。不行，我爸那个人胆子太小，要知道我一下子有这么多钱会吓死的。这样吧，这笔钱就先放在你手上，我每次需要用钱就从你那里拿出一部分，你每次给我写个条子就行。齐健完全没想到他会这样做，怔了半天没说话。怎么不行吗？不是，你怎么就对我一点防范心都没有呢？这可是4万块啊！那你说怎么办啊？这样吧，用我的身份证去银行里开张折子，把4万块都存进去，密码你自己设好了，谁也别告诉，我也别告诉，知道了吗？好，那就这样吧。周6这天，安定和周倩要去看看红旗小区的房子，想带安爵一起去，但安爵淡定地拿李小豆当了挡箭牌。我今天早上还要去给李小豆辅导奥数，要不把时间改在下午吧？这我们已经跟别人约好了，改时间是不是有点不好？那你们就先去看嘛，只要你们都觉得好，我不会有什么意见的。那好吧，我们先去看看，回来说给你听也是一样的。安定对于要看房子显得有点兴奋，一大早就在屋子里来回转圈。你如果中午回来的早，就先自己做炒饭吃，我们应该也不会回来的很晚。哎，我知道了。安爵吃完早饭也溜达着出门了。他在银行四处转了转，看到了家书店，准备进去等齐健。刚转身，被人在肩膀上拍了一把。你吓死我了你！安爵狠狠瞪了他2眼，看他骑了自行车，不客气的直接跳上了后座。驾！我靠，你还真不跟我见外啊！齐健忍不住笑出声来，猛踩了几下，一路飞驰了出去。也就是书店到中国银行不远，再远点，安爵的屁股能垫成4瓣。安爵揉着腰跳下来，跟着齐健走进银行。手续办理得很迅速。齐健把存折放在安爵手里时，他忽然有种特别不真实的感觉。回去找个地方藏起来，等用钱时再出来取。取钱时绝对不要一个人，知道吗？如果不方便找别人，就给我打个电话。听见了，我现在是大款了，中午请你吃饭吧。你有这份心就行了，我今儿个还有事呢，改天再约吧。齐健笑着骑上车，冲他摆摆手，几个蹬脚，就没人影了。安爵在银行门口站了一会儿，在街边买了个蛋筒，边吃边往回走。突然一阵风从脑后刮了过来，一辆闪亮的凤凰自行车停在了他面前。刚才在银行门口，你跟谁在说话？那是我的一个朋友，怎么啦？你的朋友？你怎么会跟那种人交朋友？他一看就不像是什么正经人。我跟谁交朋友，需要通过你的同意吗？我这是为了你好。别碰我！还有你今天说的话，做的事已经超过了一个同学的界限，这让我很反感，明白吗？安爵，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被人骗了。那些大人很复杂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种话我不想再听第2遍。我交朋友不需要任何人的智慧。蛋筒只吃了一半，安爵就把它扔掉了。安爵忽然想到了那天丑老刘偷偷塞给自己的纸条，他走进公园，找了个僻静的地方，取出纸条展开。不要再来找我，危险！齐健按照约定将卖药玉的钱帮安爵存好，然而等到安爵刚出银行，就碰到了河东。安爵看到他就烦，只能扭头离开。想到丑老六，安爵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但又什么都做不了。不过齐健那天说过，他有个师傅，似乎有点门路，说不定能让事情有转机。安爵眼珠子一转，匆匆忙忙回到家。刚到家就给齐健打了电话，但接电话的人声音有点低哑，不是齐健。请问您是齐健的师傅吗？我是。你这小娃娃是谁呀？师傅好，我叫安爵，是齐健的朋友。
想问问他古文水平怎么样。我这儿有好几本古籍都看不懂，又找不到人问。你这小丫头能有古籍？什么年代的？谁写的知道吗？要是有空就拿过来给我看看，不管小篆、大篆、甲骨文还是铭文，我都能说出个子午寅卯来。真的啊？那太好了，要不就明天吧。我把北宋台州本荀子、宋版、周礼、韩柳文和蜀课本、丁卯集都拿过来。你刚才念的书名再说一遍。不行，等不及明天了。你这丫头住在哪儿啊？我亲自去自家看看。啊，您老要来我家？不用了吧？这怎么好意思呢？您告诉我您家的地址，我带着书到您那儿去就好。挂了电话，古月白蹲在小洋楼的台阶上，伸长脖子往外看。齐健拎着一只光溜溜的鸭子走进院子，被他吓得往后退了一步。我靠，你这是干嘛呢？得，我这就把鸭子给炖上。你这老了，嘴巴怎么这么馋？去，一边去。今天鸭子你一个人吃吧。没发烧啊，怎么净说胡话呢？滚蛋，老子在等人。过了10几分钟，安觉终于出现在了院门口。古师傅，您在家吗？哎，在呢。古月白笑呵呵地跳起来，跑过去开了门，把他拽了进来。书呢？都在这里呢。进屋了，我就拿出来给您看。我们这就进屋。大头安觉来了，你赶紧倒杯水过来。正在切菜的齐健好险没切到手指头，无奈地翻了个白眼，用蜂蜜兑了一杯蜂蜜水给端了出去。谢谢齐大哥。大头，这小名不错。嘿，赶紧喝完了把书拿给我看看。我说你70好几的人了，在一个小丫头面前能不能矜持点呀？滚！矜持是什么东西？能饱肚子吗？哎呦丫头，你喝快点啊，我都急死了。安觉笑着放下杯子，打开书包，把用宣纸包着的4本书拿了出来。你喜欢的话就慢慢看，放在您这儿也行。好。哎呦，这封面，这纸质，这版式，你这是想干嘛？我可能没跟你说过，我之前跟着一位国学大师学书法，前不久他不幸车祸离世了，留下了不少书籍。这些书都是有些年头的，我就全部买了过来，但很多书我都看不懂，所以想找个老师学习学习。原来是你，那场车祸是不是就在菜市场门口发生的？你急着过马路，差点也被撞了。是啊，你怎么？我说呢，第一次看到你就觉得有点莫名的眼熟。你这丫头，那天要不是我扯了你一把，你也滚到人家车轮子底下去了。那天救了我的人是你。对啊，可不就是我吗？这么说来，我跟你这丫头真的挺有缘分，3番5次的遇上。齐健说着，非要再去厨房加俩菜。齐大哥，够了，这实在太丰盛了。古月白扫了一眼桌子，轻咳2声，瞄了齐健2下，直到齐健帮他拉开了椅子，这才走到了餐桌边，施施然坐下。今天安觉小友到来，老夫非常高兴，以酒代茶，敬你一杯。古师傅客气啦，以后您要想看古籍了，给我家打个电话，我很快就能过来。好。对了，你能把这4本书留在我这儿几天吗？就4天，不3天。要是3天嫌多，那2天也成。您看够了，我再来拿，没关系的。真的呀？你几本可都是上了年头的好书啊，你父母能答应吗？我爸妈根本就不懂古籍，这些书是一位过世的老师留下的。古师傅，不瞒您说，我一个人也保存不了这么多古籍，要不然您上我那儿挑拣几本。这不太好吧？我一把年纪了，不好占你一个小丫头的便宜。这样吧，就这4本古籍，你出个价，能不能让给我？安觉一怔，没想到古月白会这么直白的询价。如果您老真喜欢这4本书，我也不是不能卖的，只是这几本书的内容我还没有搞明白，老师的教诲我不敢忘。安觉将4本古书拿到古月白老先生家时，古老眼睛都直了，赶忙让齐健好饭好菜招待。在得知安觉也愿意忍痛割爱把书卖给他时，古老更感动了。其实吧，如果您是我的师傅，那就好了，这4本书我就直接孝敬您啦。这个我从来没收过女徒弟啊。凡事都有第一次嘛，古师傅，要不您就试试。你这臭丫头，打算跟我抢饭碗啊？这样吧，我们师门虽说从来不收女徒弟，但也没规定死。不过这入门是有考验的，只要你能通过，我就勉强收了你。多谢师傅，也谢谢师兄。安觉惊喜的原地蹦了2下，乖觉的举起茶杯干了满满一杯牛奶。等我长大了再补上今天这顿酒，嘻嘻。吃完饭，安觉就迫不及待地缠着古月白问：师傅，您说要考验我，是怎么个考法呀？你师兄当年也被我考过，你问问他就知道了。师兄，你告诉我一下呗。再左一点，你，对，就那儿。好啦，师兄，你就告诉我嘛。得，我告诉你还不行吗？你跟我来。说着2人便往楼上走去。天哪，这么多书！这些都是我师父的藏书，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国籍较多，最缺的就是宋代的课本。这考验你的第一关，就是要背熟这些书的书目，你能行吗？
是要把这里所有书的名目都背下来吗？没错，你要把他们的书名、年代、作者统统背下来，烂熟于心。那你当年花了多久背下来的？我花了2个月的时间吧，太久以前的事了，记不大清了。安觉绕着书柜走了2圈。要是有智能手机和电脑就好了，拍几张照片输入到电脑里，列成书目，背起来也容易点。齐健仿佛看出了他的烦恼，伸手在他眉心上按了按。才几岁就学会皱眉头了，这样一本本的翻书当然不方便。我那儿我整理好的书目，想不想要？要，当然要了。你在这儿等着，我去给你拿书目。说罢，迅速跑向3楼，把一叠复印纸塞到他手里。安觉到家后并没有马上休息，他粗略地通读了一遍目录，浅浅做了个计划。写好学习计划，他躺在床上，选了个最舒服的姿势，打开了玉石交易平台系统。苏白宁居然这个时间在线，安觉有点惊喜，但他并不想这么快又借书给他看，就先翻阅起平台里的使用指南和新用户晋级技巧。玉石交易平台系统是一个地球人创造出来的超科技 APP， 只不过这个地球人来自几千年后，名叫张智联科。张智联科光是科学家的头衔就有7、8个，这个玉石交易平台系统就是发明之一。这个发明对于玉石领域的佼佼者来说，简直是宛如外挂一般的存在。也就是说，这个系统不止我和苏白宁有，其他位面的居民也可能会有。你这丫头怎么又在发呆？苏仙人，你有事找我？我听薛景然说过，你们位面上有一种动物，应该是叫猫，你能帮我搞到一只吗？要纯白色的，眼珠子颜色跟天空一样湛蓝。猫？苏仙人，你是要我帮你买一只猫？怎么，没有办法吗？不，猫嘛，有，肯定有。眼珠子湛蓝的白猫虽然少，但想想办法，应该还是能找得到的。只是不知道您这次能用什么和我交换呢？苏白宁的脸色舒缓了些，抬手一扬，许许多多的块状翡翠便出现在了页面上。你随便挑好。安觉激动地攒紧拳头，他只随意地望过去，就发现了好几个水头十足的，至少也在油青绿和洋绿以上的绿翡。我没工夫清理，这是我昨天刚用过的，就顺道给你先看了。你要不喜欢绿色，我这儿也有紫色、黄色和红色的。这就很好了，就这里面我挑3块出来，交换给你一只猫。可以，但必须是我要求的那样。安觉本想随便逛逛自己的玉石交易平台系统，却收到了来自苏白宁的交易申请。他想要用3颗品质很好的绿翡来换一只蓝铜白猫。没问题，纯白色的猫，没有一根杂毛，2只眼珠都是湛蓝的。对，你别搞错了就行。那我先挑玉石，从左往右数第3块、第5块、第6块。好，我给编上号，你看清楚了吧？看清楚了，我相信您。猫最好是性子温顺的，我是买来送人的。那人性子暴，如果是烈性的猫就麻烦了。您放心，我一定找个性子绵软的。苏白宁说话简短，事情谈清楚就立即消失。安觉捂住砰砰跳的心口，轻手轻脚走到门外，拿起了电话筒。小觉吗？你怎么这么晚还给我打电话啊？小豆，我记得你家是不是有只上了年纪的蓝眼白猫？小穗啊，它的确是蓝眼睛的，毛也是白的。怎么？我有亲戚想养猫，你家小穗生小猫了吗？小穗上个月刚生了一窝，8只，嘿嘿。不过跟它一样蓝眼白色的只有1只。你要想要，我送给你好了。我明天去你家看看，我家亲戚买的，你用不着给他省钱。安觉挂了电话，兴奋地在屋子里跑了好几圈啊。出来上厕所的周倩被他吓了一跳。小将你怎么还没睡啊？哦，我这就睡了，呵呵。周阿姨，我太开心了，哈哈。你这孩子大半夜的，赶紧睡吧，明天还要上学呢。我这就睡了，晚安。觉又抱了抱他，随后就回房扑到了床上。第2天放学后，安觉就跟着李小豆去了他家。小穗真乖啊，这几年她是不是一直在生啊？以后别生了吧。是啊，我也不想让她再生了。真软和啊，我都想养1只了。对了，你说的那只跟小穗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小猫呢，在哪儿？喏，这只就是蓝眼白毛的，小心点抱，你挠挠它的脑袋，它待会儿就能醒。这个时间它们也该饿了。真漂亮，眼珠子果然像天空一样蓝。那当然，我家小穗的孩子个顶个的好看。哎，你亲戚要的这只，我意思收点钱。你要的我就不收钱了。这只怎么样？李小豆一边说一边拎起来一只，脖子上有一圈黑毛，其他地方都是白的，眼珠子一只绿的，一只蓝的。好，就这只，我叫它围脖吧。回去先喂点给它水喝，认主之前先饿它一顿，在喂它的时候，它就能知道谁是主人了。我记住了。这只蓝眼白毛的多少钱啊？20太少了，我给你50，然后以后我给你补课就不收费了。那怎么行？1只猫而已，能值几个钱？李小豆嘴上这么说，
还是笑着把钱收下了。安觉抱着猫回家了，告诉周倩韦伯是自己要养，另一只是送人的。周倩挺喜欢小动物，看到韦伯喜欢的不行，拿出一件旧点的衣服放在纸箱里，给韦伯做了一个小窝。安觉趁着周倩做饭的功夫，在房间里把白猫交易给了苏白宁，手里多了3块绿意盎然的翡翠。那套房子我跟你爸都看中了，1楼方便，院子里还能种菜，要是条件允许，以后还能搭个小平房出来，空间大。大概还差多少钱？还差个6000左右。6000不多，我来想办法吧。6000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你一个小孩子怎么想办法？我前几天认了一个师傅，是薛老师以前的朋友，我从薛老师的书里挑了几本给他送过去，没想到他愿意收我做徒弟。那天我好奇问了他一句，薛老师的这些书值钱吗？你知道他怎么说吗？怎么说？那些宋代的古籍值钱着呢，一本书卖上万块，都是贱价了。周阿姨，如果家里真缺钱，我就把古籍卖1-2本。不好，那毕竟是薛老师的遗物啊，这样是不是有点不道德？这有什么不道德的？我卖给我师傅，他是个爱惜古籍的学者，以后定然会让这些书发挥他们应有的价值。一本书而已，竟然这么值钱，天哪！周阿姨，这算什么？以后啊，这些古董旧物会越来越值钱的。你这孩子居然偷偷认了个师傅，照理说我们是应该上门拜访一下的。师傅还在考验我呢，这还没正式入门。安觉顺利将小白猫送给苏仙人，也如愿得到3块翡翠。得知家里买房子还差6000块之后，安觉也有了自己的对策。周倩做了顿好的，一家人正吃得欢快，房门忽然被人敲得咚咚直响。老三，你在家吗？你奶奶怎么来了？我去开门。是吗？哟，还吃上带鱼了啊！今天这是什么好日子啊？过节呢。安老太太却毫不客气地坐在了安定的身边，拿起筷子就夹了一块红烧肉塞进嘴里。嘿，闲了，看看你这手艺就是不行，愣着干嘛啊？不想我在这儿吃饭呢？我这就去给您添饭。奶奶怎么今天有空过来了？小叔家的双胞胎谁带着呢？他们的妈在，还怕没有人带？哼，没良心的，给他们带2个娃这么久，也没说孝敬点好吃的。这才几天呢，我都瘦了。小叔和小沈最近还好吧？好着呢，你小沈都被娇惯出毛病来了，什么抑郁了？啊呸！不就是想让我免费给他们带孩子吗？奶奶，这产妇的情绪如果不好，很容易患上产后抑郁症的，未必就是小沈矫情，您可注意着点。什么抑郁症？我生了4个，孩子也没像他那副死样子。妈，您从我弟那儿出来时，跟弟妹说清楚原因了吗？说什么说？我又不是他的仆人，出来还需要请示他啊？安定无奈地叹口气，起身往安分家打电话，可是打了半天没人接。奇怪了，这弟妹应该在家吧？睡着了也不一定，成天哭死了干净。妈，您少说2句吧，我去她家看看。安觉，你跟周阿姨在家里陪着奶奶。安定骑着自行车来到安分家门口，但他敲了好半天的门，也不见弟妹来开门，这额头上的汗直往下淌。哎呀，有人在楼顶上啊！不好，他该不是想跳楼吧？安定脑袋嗡的一下，连跑带滚到了楼下，挤在人群里抬头往上看，这一看便下去了3魂。哎，这不是安分他哥吗？赶紧通知安分去啊！是啊，他媳妇怎么回事啊？什么事想不开，要抱着俩儿子跳楼啊？安定找门卫大叔借了电话，给安分的单位打电话，听到那小子吊儿郎当的声音，就气得发抖。赶紧给我滚回来！你媳妇儿抱着孩子要跳楼。哥，这玩笑可不好笑。混账玩意儿，开屁的玩笑！你媳妇儿正在楼顶上抱着俩孩子，准备跳。安定骂完，就听见那边卧槽一声就挂了线，紧接着又给家里去了电话。妈，弟妹正抱着孩子要跳楼呢，你之前到底跟她说什么？是不是骂她了啊？安老太太瞬间懵了。没骂他什么啊，我就说他贱货来着。你自己干的好事，自己过来收拾。弟妹要真是因为被你刺激的想死，我看你怎么跟安分交代。安老太太身子猛然一晃，抓住周倩的手，哭着喊：走，快走！安分媳妇儿这是闹什么啊？我不就心里不痛快说了他几句吗？他怎么还当真了呢？小觉，我有点怕，你也陪着我们一起去吧。安定放下电话，又赶到楼下，抓住居委会书记的手就哀求：您想想办法，我已经通知安分那混球，这3条人命啊，可千万不能出事啊！救护车和消防车马上就到，别急呀！赶过去的3人和安定汇合到一处，却也帮不上什么忙。这时安分已经回来了，跟着消防员上了顶楼，想劝说情绪不稳的郑小兵。结婚的时候你说过什么？说这辈子只爱我一个人，这才几年你就忘得一干二净，还说我生了儿子之后会对我更好，狗屁！
安分，你就是个屁！你是不是觉得我性子软好欺负，就可劲儿的糟践我？你妈也骂我是贱货，对我是挺贱的。不，小兵，你别这么说，我妈是不是又对你说难听话了？我回头肯定替你骂她。你妈不是什么好人，你更让我恶心。你以为自己跟那女人的事我不知道吗？顷刻，两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嚎啕大哭，让整个场面更加乱套。我错了不行吗？小兵，你先把儿子给我好不好？他们吓坏了，我不是东西，但儿子是无辜的呀。我不相信你安分，我给你生了2个孩子都没办法让你收心，那还不如让我死了。不，小兵，我真的错了，我发誓，从今往后和那个女人断绝关系。我可以写保证书，我可以自断手指，怎么都好，你不要这样。郑小兵把2个襁褓放在了自己脚下，他流着眼泪看了安分一眼，勾起一抹笑容来。安分，我对你太失望了。说完，跨过栏杆，背对着众人一跃而下。安分疯狂惊叫着，两眼一翻，晕厥了过去。安觉奶奶出门一会儿功夫，儿媳郑小兵就想不开上了天台，而安分在一旁劝了半天也没劝到点子上，眼睁睁看着郑小兵跳了下去。我真是造了什么孽哦！闭嘴吧妈，您还嫌事不够乱的吗？你说实话，弟妹到底是为什么想要轻生？你真的在外面和别的女人？安分两眼空洞地蹲在花坛边，双手抱住头，像只被打的狗般呜咽。哥，你别问了成吗？给我留点脸吧。脸？你还要脸干什么？你在外面乱搞女人，出轨，对得起弟妹吗？做这些事的时候，怎么没想过还要脸？安定气愤到了极点，揪住安分的衣领就扇了他一巴掌。安定，你是不是疯了？怎么连你弟弟也打？啊，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护着他？要不是消防员在楼下张开了救援网，郑小兵现在就没了。他要是畜生，你是他亲哥哥，你也是。真是受够了，以后你们的事我都不会管。郑小兵娘家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你们想清楚怎么跟人家解释吧。说完，这个老实巴交的汉子转头抹了把泪水，骑上自行车离开。安分也立即赶往医院。他扶着安老太太走到急救室门口时，看到周倩和安觉正抱在一起哭。怎么了？刚才医生出来了，说小兵可能会瘫痪，他摔下来时伤到了脊椎。安觉怨恨地剜了安分一眼，同时感觉了从脚底袭来的阵阵寒意。周倩觉察到他的不对，把他紧紧抱着。怎么了，小觉？别怕，没事了啊。我错了，周阿姨，我想把那5000块明天就还给他。好，我们明天就把钱还给你小叔。周倩让安觉先回去，她留下来帮忙。安觉恍恍惚惚回到家，倒在床上就发起了高烧。听到电话铃响起，他疼的一下起身，差点栽倒在床角上。喂，臭丫头，你这声音怎么回事？生病了？好像发烧了，嗓子有点发炎，有什么事吗？你难道就一个人在家？你爸妈呢？家里出了点事，他们一时半会儿应该回不来。我小沈刚才跳楼了。齐健猛然站起来，膝盖上的盒子瞬间砸到了地上。怎么了？没事没事，他现在没有生命危险了，就是有可能会瘫痪。你在家待着，我马上就过去。你晚饭是不是还没吃呢？本来有一大桌的菜，现在都没人吃得下了。你家具体在哪个小区？门牌号告诉我。安觉跟齐健说了一遍，齐健便火速骑着自行车出了门，半路带上退烧药，还买了个糖烧饼。不一会儿，房门外响起了有人上楼的脚步声。安觉打开大门，透过外层的铁门往外看去，嘴角蓦然勾起。你来啦！你们这楼道太窄了点，还没有灯，我差点摔了一跤。你饿了没？烧饼想吃不？谢谢你，这么晚还让你特意跑一趟。齐健来回晃了半天，坐在了一把靠背椅上。赶紧吃了药，好好睡一觉吧。安觉淡淡笑着，拿起他买来的烧饼啃了一口。好吃。齐健点点头，看着他锁好了门，才快步离开了这栋楼房。安觉吃完烧饼，用水吞服下退烧药，退烧后关上了卧室门，开启了玉石交易平台，随意查看起来。在新人提升区发现了好多可供学习的书籍，这些书籍都是公开免费的，光是看完这里的书就需要大半年的时间，看来成为玉石收藏者还真不太容易。安觉心思微动，从床底把3块绿色翡翠拿了出来，打算拿过去给古月白看看。于是第2天放学后，他背着书包便朝着小洋楼走去。可惜今天古月白不在家，只碰到了齐健。你干的不是什么非法的勾当吧？在你眼里，我就是个碰瓷的吧？臭丫头，我在古玩结婚的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呢。哎，你到底是干什么的？能带上我一起吗？有几个客人要看毛料，我做个中间人，把他们带去黑三爷那里看货。毛料是不是就是那个仓库里的石头？裘爷爷上次不就带我去看过吗？挺好玩的，你带我一起去吧。你一个丫头片子，我带着也不方便啊。不带就不带，我自己走路回家，反正家里一个人也没有，我自己做饭吃，用不着人同情。好吧，事先声明啊，我可没工夫照看你。到了地方，你自己乖一点，少说多看，
明白吗？我就知道师兄心疼我。不一会儿，两人就来到毛料仓库。看门的长发男一眼就认出了安教。又是这丫头，怎么的？她还真是丑瘸子的孙女儿。虎子哥好，我又来玩了，麻烦你啦。真新鲜，咱们这地方也有小丫头出没了。进来吧，里面灰尘大，今天戴口罩吧。说完，他拿出2个老式棉布口罩，递给了齐健。齐健自己戴上一个，帮安教戴一个，牵起他的手走进了去。你先找个地方待着，小心不要磕碰到了。我出去一趟，把客人带进来。安觉乖巧的点头，定睛望去，发现仓库里的毛料比上次来的时候几乎多了2倍。虎子拿了个小板凳给他，还找出来一个儿童放大镜塞到他手上。你这都第2次来了，能看出什么名堂吗？还看不出来什么呢？不过我听人说过赌石，我师兄带过来的那些客人就是来赌石的吗？不得了啊，丫头，你拜古老做师傅了？还没正式入门呢，古师傅说要考我，我现在每天都在做功课。这可是好事啊！来，趁现在有时间，我跟你说道说道。虎子咧嘴笑道，拉着他走到一块全堵的毛料面前，蹲下来摸着石头的表皮。这赌石啊，就是在不开窗、不擦皮的情况下，仅根据毛料表皮的情况，判断里面是不是有翡翠。安觉露出一个似懂非懂的表情，也在毛料上摸了一把，拿起放大镜，煞有介事地看。哎呦，这石头的皮太厚了，什么也看不到，这不就跟瞎子摸象一样吗？对，可不就是什么也看不到吗？你这小丫头就随便看着玩玩吧。说到这儿，他走到仓库门口去迎接客人了。今天黑三爷心情不好，他得先把关。不大一会儿，齐健带着身后的几位老板走了进来，2男1女，都是年轻人，穿着高档，戴着墨镜，表情倨傲，看着非常耐宰。3位老板，欢迎光临，不知道是想直接看全赌的毛料，还是……当然是看全赌的籽料，这位可是北地翡翠王的高徒，你们有什么好籽料就赶快拿出来，不要藏着掖着。虎子一愣，偷偷给齐健打了个手势。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原来这位竟然是北地翡翠王的高徒，请问该怎么称呼？鄙人姓卢，你们叫我卢先生就行了。阿秋，你待会儿不是还要去买衣服吗？小张，你当真要跟我比试赌石？鲁哥，你话就说的没意思了，我们来都来了，不赌怎么成？阿秋，你不是也想看我们赌石吗？你们自己想要赌石，别拿我做法子嘛。不如你们分别挑选2块，如果能先切出冰种的翡翠，就算谁赢，怎么样？卢先生和张先生都应下声来。虎子见这2位赌性颇高，拧起了眉头，进屋里去把黑三爷请了出来。不一会儿，黑三爷便走了出来，摸了把自己油亮的背头，和这3位寒暄了几句，转头便对虎子使了个眼色。虎子会意地勾起嘴角。我们这儿最好的籽料都在后院呢，请2位随我来。安觉好奇地跟在齐健后面，也跟着众人来到了后院。没想到这个仓库比表面上看着还大了许多，50多平米的院子，满满当当摆放着众多石头。这么多的看到什么时候？这样吧，我们划分一下范围。好啊。2人摆明了要较劲，黑三爷干脆坐在躺椅上准备看热闹。齐健给安觉找了个小凳，让他坐在了黑三爷旁边。小丫头，你也对赌石有兴趣？觉得挺好玩的，不过我是小孩子，就见识见识，随便看看，玩不起的。古老真要收她做徒弟？我师傅的心思我可猜不准，三爷您觉得呢？这丫头有点意思，说话跟个大人似的，性子也稳，好好培养，将来不得了。虎子，带她去那堆石头里看看，随便挑1块也行，看看她运气怎么样。但我没钱啊，这石头我买不起，就帮您挑1个出来切着玩吗？对，不用你买，替我挑1个出来切着玩。您可真行，她一个小丫头哪里会挑毛料？反正是我自己的毛料，切垮了我也不心疼。好吧，我跟她一起过去。齐健不放心，和安觉一起走到了角落里的那堆毛料前，蹲了下来。虎子说，这堆毛料是从老帕赶场口出来的，你随便挑1个带卯的出来，有翡翠的概率都很大。安觉昨晚在玉石交易平台上看了几本书，也稍微了解到一些赌石的原则和技巧，于是蹙眉在脑海中喊了一声变小。然而安觉眼前的石料并未变小，却变得更加艳绿起来。我就选这块吧，怎么看了没有一会儿，我的眼睛就这么酸呀。他挑选的那块毛料体积较小，虎子一只手就拿了过来，递给黑三爷。黑三爷抱在膝盖上仔细看了半晌，笑着说了声不错，伸手送到他面前。安觉赶紧接过来，一瞬间的功夫，微缩翡翠形态的玉石交易平台又放大了，颜色再次从淡绿变成了艳绿。他惊异地眨了眨眼，摸了摸这块毛料，赫然发觉自己的玉石交易平台主动开启，并展现出一个页面。安觉不由得激动地打了个激灵，差点把手里的毛料甩了出去。怎么了？没事，我就是有点紧张。不用紧张，你这块里头一定会有翡翠。
另外一边，卢先生和张先生也已经挑选好了中意的毛料。二位已经都挑选好了吗？那么按照规矩，请先结账再切实。今天三爷在呢，我不敢忽悠贵客。二位选中的这2块都是从缅甸帕敢同一个老场口出来的，均价都在300元一斤。这么贵，260一斤怎么样？不好意思，今天三爷在呢，我不敢擅作主张。帕敢场口出来的都是这个价。怎么买不起啊？谁买不起？你把我这2块石头称一下，看多少钱？虎子拿出一个拖车来，让旗舰搭把手，先把张先生的2块石头放在电子秤上称了，去掉零头，收了他7000元的现金。又把卢先生的2块石头称了，同样去掉零头，收了他9000的现金。直接切了吧。等等，我画条线，从这儿到那儿，你一刀下去，不要有迟疑。好，您就瞧好吧。机器的噪音很大，还飞溅出细碎的石屑。旗舰拉着好奇的安觉后退了2步，并帮他捂住了耳朵。哎呀，出绿了，出绿了！卢先生拍着大腿喊了一声好，但转瞬没了声音，因为他走近了才看清，颜色还偏于暗绿，顶多是个豆种。出绿哥。卢先生这脸色顿时就有点挂不住了，把另一块也切了。这人会是北地翡翠王的高徒？哎呦，不好意思，这块里面啥也没有呢。哈哈哈，老子就知道你是个假货。阿秋，他根本不是什么北地翡翠王的高徒，他一直在骗你呢，你还不……这是怎么回事？你不是翡翠王的徒弟吗？怎么连个冰种的翡翠也切不出来？神仙难断寸玉，这神仙都有可能看走眼，我不过就是一个凡人，切垮了有什么奇怪的？你让张克拉切，他一定得垮。你看着切吧，仔细点就行。虎子面带笑意，一脚踩着石头，一手拿着切石机，将2块石头都切开，其中只有一个出了绿，但是淡青种。没错，淡青种，而且面积还不小。我看这带蟒的走向，深度也可以，至少能掏出几副镯子出来。张先生笑着眯起了眼睛，从兜里掏出一张大钞塞给了虎子。今天多谢三爷了，改天再来拜会。说罢，拽着阿秋离开了仓库。卢先生的脸色霎时变得比黑乌纱还黑，气呼呼地踢飞了地上的碎石，闷头走掉了。把他挑出来的那块也切了吧。真要切啊？切垮了算我的，切长了算你的。可安觉还是觉得不妥，让虎子称重算钱后，交给旗舰划线，再上机器切了起来。嗡嗡嗡的机器声中，安觉目不转睛地盯着虎子的手，还没切到底，黑三爷激动起来。张先生最后赢得了与卢先生的赌局，而小安觉挑的石头竟然比他俩都好，直接让黑三爷惊呼出声。三爷，这是正阳绿吧？没错，是正阳绿，绿意当中还带着一抹灿烂的黄色调，尊贵顶级。你这丫头运气还真不错。安觉挑出来的翡翠水种和颜色都属上乘，非常难得了。黑三爷很久没见过这样出色的绿翡了，于是亲自用砂纸顺着窗口四周擦了下去。我操，这是冰种飘绿啊！了不得，真是了不得啊！小丫头，你第一次赌石就切出来一块正阳绿连着冰种飘绿的翡翠，这传出去可要名声大噪啊！三爷，这是不是很厉害？我要成为百万富翁了！百万富翁虽然谈不上，但这块翡翠卖出去几十万是有的。你如果想卖，我给你介绍一位珠宝商，能把你这块料子雕刻成上等的翡翠摆件或饰品。安觉认真地思虑了片刻，便答应了黑三爷。而黑三爷的效率很高，不出3天就帮安觉谈了一个好价钱。李老板的意思，想把你这块名石买回去加工，做成2个摆件。他愿意出价37万，我帮你抬高了一点，40万，你看如何？多谢三爷了，就按照这个价钱吧。不过这钱我不敢放自己手上，要不就寄存在黑三爷这里吧。黑三爷和旗舰都是齐齐一愣，这丫头是不是不清楚40万到底是多少钱？足够你家里父母买上好几套门面，将来租出去光是收租金就能过得衣食无忧。我家里刚买了一套2手房，也不过2万块的样子，这40万是多少个2万块，我还算得出来。但是三爷你也看到了，我是个没有背景的小姑娘，这么大一笔钱我突然拿回家，不说吓死了爸妈，这亲戚邻居万一知道了。原来是这样，但你不是有师傅吗？放在你师傅那儿也比放在我这儿强吧。我这不还没正式拜师吗？考验都还没过呢。再说了，古师傅一看就是个最新学问和玉石的人，对于钱财应该没什么概念。你这丫头眼睛还真是毒辣。不错，古月白那家伙拿到钱都不知道怎么花，要不是旗舰在，他那点家底只怕早就被人骗光了。三爷说的是啊，我师傅确实不是个好人选。钱存放在三爷这儿还有一个原因，我对玉石挺感兴趣的，以后可能就靠这个吃饭了。但现在我年纪小，经不起事儿，总得有个长辈来指点指点。你这丫头心眼多得跟莲蓬似的，为了让我指点你入行，40万眼睛眨都不眨就送出去了。
三爷家大业大，未必就瞧得上这点钱。我不过是表个诚意，您要怎么处置我这40万，尽管随意。好你个丫头片子，玩心眼都玩到你三爷爷头上了。你是不是看准了我不会贪墨你这40万，所以故意这么激我的？齐剑一看情形不对，立即站在了他的前面。师兄别担心，三爷不是真的生气了，他是在考验我的胆量呢。黑三爷瞬时绷不住了，嘿嘿笑出声来，一拍光脑壳。好，老子还就喜欢你这丫头的性子，够爽快，够胆魄。行，这40万就留在我这儿了，你只要有空了就过来帮我看看场子。其实黑三爷这也算是变相答应安觉的请求了，安觉也连忙迎合着，几人又聊了一会儿，安觉便跟齐剑回家了。师兄，你放心，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个最值得信任的人。书目背完了吗？快了，就差60多条吧，下周1就能背完了。对了，今天师傅在家吧？他房友回来了吗？回来了，你要带着那3块绿翠，就让他今天帮你看看吧。进入小洋楼，齐剑和安觉都已经气喘吁吁。哎，裘爷爷你也在？安觉将自己赚的40万压在了黑三爷那，作为交换得到了黑三爷的认可，于是安觉便和齐剑回了家。裘老六面色苍白，身形枯槁，但精神看起来还不错，伸手摸摸他的脑袋，比前段时间长胖了点，好。齐剑却因为仇老三的突然出现，紧张地看向古月白。古月白脸色略带惆怅，对他轻轻摆手。我听古老头说你有3块品质上等的绿翠，想要他看看，你今天带了吗？带了，我这就拿出来。裘老六和古月白都是正儿八经的玉石爱好者，都没有直接上手拿，而是先戴上手套，再拿起来对着灯光观看起来。你这3块绿翠几乎接近于冰种，而且绿色浓郁，如果不是里面的杂质略多，我们可能就要断定它们来自于一块帝王绿的翡翠了。不会吧？但是帝王绿还有一个特点，它会泛出蓝光，浓艳的绿色里会带有一丝蓝色调，你这3块绿翠却不符合这个特点，所以这应该不是正宗的帝王绿。不过即便不是，从品质上来讲也已经是绿翠中的极品了。小觉啊，这么好的东西你是怎么得来的？安觉额头上渗出了不少冷汗，他没想到这3块绿翠的品质会这么高，有点后悔自己没有早点编好他们的来历。是薛老师留给我的。薛景然嘛，没想到他除了是魏国学家，还是位翡翠爱好者啊。古人有云，怀璧其罪，你一个小姑娘拥有过于贵重的东西，实在太不安全。我知道了，师傅。安觉心里有了个想法，这3块绿翠既然品质这么高，就不卖了，留在手里以后送给周倩和爸爸。你是不是在烦恼该拿他们怎么办？是啊，我听您2位这么一说，都不敢放在自己床底下了。你想不想把它们雕刻成饰品？如果你信得过我，就交给我，帮你雕刻3个生肖怎么样？你和你爸妈分别是什么属相？您老要帮我雕玉，这有什么？我年纪大了，也没几天好活了。我跟你有缘，帮你雕几块翡翠小事情。那好吧，裘爷爷，谢谢您，我不着急，您就慢慢雕，什么时候雕好了再给我。没过多久，裘老六起身告辞，安觉亲自把他送到门外。师傅到底出什么事了？您别瞒我，要不是有不得了的大事。阿健山本横三不知道从谁哪里打听的消息，现在认为那样东西在我手上，已经放出话来，要我在下个月20号之前交出东西来。他一个日本人，还能在我们中国的地盘上一手遮天吗？我们咬死了没有？他能怎么样？你年轻气盛，我本来不想把这件事告诉你的，就是怕你忍不住和他们硬扛。可他背后还有一个曾家，曾家是什么来头？你应该听说过吧？齐见同人微缩，表情刹那间凝固了。眼下我就是担心，他们一旦发现从我这儿也拿不到东西，会不会伤害我身边的人？比如你。齐见眼眸泛红，几乎是一瞬间明白了师傅的意思。不，师傅我不走。阿健，你是我养大的，你什么性子我最清楚，让你走是为了你好。曾家人放狠话要找你要东西，但你根本没有这样东西，要是担心他们下黑手，大不了我们一起走远走他乡。阿健哪，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师傅不能害了你。师傅一定有事瞒着我，而且是比曾家人巧取豪夺更严重的事。这时安觉进屋了，古月白气得涨红了脸，忙对齐剑使了个眼色。怎么啦？没什么，听你师兄说你的书目背得差不多了，跟我来书房我考考你。但是师傅，我还没背完呢。哼，怎么的？这就怕了。我想考验徒弟，难道还要提前发个通知吗？上来吧，肚子里有多少货就倒多少，我又不会吃了你。
书房内，古月白随意地站在书柜前，随手抽出一本书，让安觉说出其作者和年代。安觉用尽全力，也只答对了他抽查的10本书里的8本。对不起，师傅，我还是记得不够牢固。要你短时间内背书书目，确实不容易，但我时间不多了。下次考教之前，我希望你能背熟他们，到时候我才能放心。能做到，一定能做到。好做我古月白的徒弟，就得有这种气势和自信。来，这把钥匙你拿好。师傅，这是什么钥匙啊？给你的就收下莫及什么，是什么钥匙我先不告诉你，等该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必须保管好它，它非常重要，明白吗？好的，师傅，人在钥匙就在。回家了就把钥匙放好，藏在个只有你自己知道的稳妥的地方。我还有件事要你帮忙，下个月12号是你师兄的生日，但那天我刚好有事走不开，你能帮我给他过个生日吗？没问题啊，师傅。师兄是才满20岁吗？对，12号他就20岁了。哎，一晃好多年过去了，以前的小萝卜头如今都长成参天大树了。齐健和往常一样骑着自行车把安觉送回家。到他家楼下时，楼道的灯光正好亮了，两人和楼栋门口的河东撞了个正着。你怎么来了？上我家找我的？我来给你送奥数习题集的。李小豆说你急着用，我顺路就给你送过来了。没想到你还没回家，我就交给你爸爸了。那谢谢你了。安觉跳下自行车，故意拍了下齐健的背。师兄，又麻烦你了，赶紧回去吧。齐健在他和河东之间扫视了一个来回。这是你的同学，这么晚了还来找你，有点不好吧？你上去吧，我跟他聊两句。问你小子叫什么？我叫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还挺不客气的。齐健吊起眼角，两脚撑地，掏出一块泡泡糖，塞进嘴巴里咀嚼起来。师兄，你得了，看看把我同学的脸都吓白了。则胆子这么小啊，真够没用的。河东顿时涨红了脸。我没有。你是没想追小绝，还是没有这个想法？不管是哪种，你这小子毛都没长齐，这种事想都不该想。以后你还是早点回家吧，我回头跟师傅说一声，让他不要一讲课就忘了时间。成吧，你做主就行。我估计他以后都不敢来找我了。为了确认河东这小子真的把自己的话听进去了，齐健一连好几天都护送安觉回家。安觉知道他是为什么，却没有说破。不过这样的日子没持续多久，齐健就变得忙碌起来，就连去求爷爷那里取翡翠，都是他一个人独自去的。求爷爷，你真是太厉害了，这3块翡翠太精美了，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看的翡翠生肖。你这丫头就会说好听的，我现在年纪大了，手艺已经不如年轻时候了。不过这3个生肖翡翠你给家里人带是非常合适。你记得，如果有人问你这几块翡翠是谁雕刻的，就说是长辈送的，不知道雕刻者是谁。好，我记住了。安觉知道裘老六要躲避仇家，所以对于他的要求没有半点疑惑。他谨记着齐健的嘱咐，帮他收拾了一会儿屋子，就带着翡翠离开了。他回到家，立即把3块翡翠包起来，继续放在了床底下的箱子里。晚饭后，安觉照例在房里做完作业，就开始研究玉石交易平台，每晚都学习到12点。不知不觉当中，齐健的生日就快到了。安觉想到前世得到的那枚平安扣，他决定去赌块原石，用掏出来的玉石雕刻一件配饰送给齐健。在周6早上出了门，来到了周三爷的仓库。虎子哥，你怎么这种脸色？有人得罪你啦？今天来了2个非常奇怪的客人，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我真不想招待了。什么样奇怪的客人呀？虎子哥，我跟你一起去看看。虎子不想一个人面对那2个奇葩，便同意了他的建议，把他也带了过去。安觉走到仓库最里面，看到有2个戴着眼镜的西装男正蹲在几块原石面前，手里拿着卷尺、签字笔、放大镜，还有一个他不认识的仪器，对着面前的石头摸来摸去。虎子哥他们这样合规矩吗？安觉知道后世有一些仪器可以粗略地判断岩石的结构和成分，用来判断原石里面是不是有裂，是否具备孕育翡翠的特征。莫非这2个是日本人？你帮我看着他们，我这就去找3爷。安觉想要赌石给齐健送一个生日礼物，谁料在毛料仓库跟虎子发现前来的顾客有2个日本人，这突然引起了虎子的警惕。混小子，怎么现在才告诉我？黑3爷从入这行起就讲明了，不卖日本人1块毛料。这2个如果真是小日本，那他真要把带他们这儿的小肚狠狠削一顿了。他们是华爷介绍来的，刚进门时说的就是普通话，虽然口音有点奇怪，但我还以为是福建或者广州那边的人呢。刚才安觉过来了，提醒了我一句，我这才觉得不对劲的。你跟着我走南闯北也好些年了，怎么连个丫头片子还不如？走，老子去看看。刚一走进屋内，
他就听见安觉和人争执的声音。这位小姑娘，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文化是没有国界之分的，我们是交过中介费才来到这里的，你不能赶我们走。听着蹩脚的普通话，见多识广的黑三爷已经判定对方就是日本人。这位先生，做生意讲究的是你情我愿，我们三爷不招待日本友人的规矩是很多年前就定下的，中间人不懂规矩，你找他去。况且你们拿这么多仪器，这要是损伤了我们的毛料，可怎么说？如果你担心我们损坏石头，那我们就先把这块石头买下来。虎子怕安觉一个人会吃亏，打算上前帮腔，却被黑三爷拦住。三爷安觉还只是个孩子呢，无妨你看看他这架势是不是特别厉害？嘿嘿，这小丫头真是接连不断给我惊喜啊！这是从缅甸帕敢的老昌口运过来的，起价就是至少400元一斤，要买的话我让人过来称重估价。八嘎，你这是坐地起价，凭什么卖给我们就要这么贵？没办法，我们就是坐地起价，您要不乐意可以不买啊。你这个牙尖嘴利的小丫头，欺人太甚，把你们老板叫出来，我们亲自和他谈。我就是这里的老板，怎么二位要跟我谈什么啊？安觉见他来了，立刻跑了过来，站在他的身后。这两人手上的仪器都扎进石头里了，我刚才看见了。二位大概不知道我黑三的规矩，别说400元一斤，就是500元一斤，这毛料我也只卖给中国人，不做你们倭寇的生意。老板，您这话说的有些太过分了，倭寇这种称呼是对我们的侮辱。现在中日友好，我们来者是客。你们擅自在我的毛料上使用仪器，这就是违反了规矩。如果这件事传出去，我保证你们在几年之内都休想在冲绳市附近买到一块毛料。黑老板，你这种态度，我可以去玉石协会投诉。随便你们尽管去试试。玉石协会才不会管这种闲事。再说了，黑三爷可不是玉石协会的会员，对方根本就管不到他头上来。打嘴仗这两个日本人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最后只好灰溜溜的离开。离开前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们几眼。虎子关上仓库的铁门，忍不住呸了一声。什么玩意儿，在我们的地盘上还不老实点，真以为还是八国联军那时候呢？不会出什么事吧，三爷？我刚才捡到一张名片，好像是这两个人调出来的。黑三爷拿过来看了看，不认识上面的日文。什么株式会社的吧？不用管，我看就是什么珠宝公司派出来的香玉师傅，他们在我这里买不到毛料，还会去别的地方。安觉把名片塞进了书包里，心里仍旧不放心，打算回去查查字典。今天本来是来买石头的，但被这两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一搅和，他顿时没了心情，和黑三爷闲聊了几句就回了家，决定先把这两人的身份搞清楚再说。东京山本株式会社，这是个什么组织？安觉拧起眉头，又翻译出名片主人的名字和身份。研究员横沟小五郎。第二天，安觉再次来到黑三爷的仓库，从虎子口中得知没有人来找麻烦，才松了口气。三爷在这一片人脉不错，如果真有人想要整他，都会提前知会一声。这么多年了，能找三爷麻烦的人还真不多。你放心吧，不会有事的。安觉见他如此自信，便不再多想，并说出了自己来的目的。哟，你又要买啊？我跟你说，这赌石很容易上瘾的。你切掌了一次，心里就冲动的想再来一次，是不是？这就是上瘾的征兆。要不你想想清楚再决定。虎子哥说的很对，这赌石沾上了容易迷失心性，上瘾了就不好了。但我就是想买块能出绿的毛料，不管品质，掏出来做个小东西，送人做礼物的。是不是送给男生的？你才这么点儿，就有喜欢的人了。虎子哥，你可别瞎说，马上就是我师兄的生日了，我之前受了他那么多的照顾，总不好意思随便买个礼物。送给阿健的，那臭小子忒有福气了，我看他是拿你当亲妹子疼的，还真的没白疼呀。不打扰你看石头了，选好了直接抱过来找我。安觉搬了个小马扎过来，就坐在毛料堆里，一个个的看过去。他凭着自己这段时间所学的知识，粗略地筛选了一遍，挑出3块大小、重量差不多的石头，都只有拳头大小，不过300-400克。安觉一边回忆自己上次的动作，不大一会儿，玉石交易平台果真发生了变化，自动翻开了页面，上面显露出一个大字。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他又换了一块石头，使用同样的方法。这一块上面有一片松花，里面可能会是一团绿色。在他的手指摩擦的滚烫时，玉石交易平台的页面又发生了变化，往后翻了一页，上书 A 级，绿色翡翠诺地苹果绿。安觉深吸了一口气，休息了片刻，把手掌放在了第3块石头上，在手摩擦石头表壳之后，玉石交易平台的页面又往后翻了一页。红色的，居然是红色的，天哪！安觉用意识收起了玉石交易平台，抱起有红翡的这块石头，朝前院走去。选好了，380克，连1斤都不到，你就个200块好了。就这块了。是直接切了吗？
虎子哥看着，切吧。这石头表现挺不错的，是很不错。那我就根据经验来了。虎子贴着表壳分2刀切了下去，开了个小窗。丫头，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出绿了吗？这颜色是红色的，所以这是红翡。是啊，橙红色的。等我拿个手电筒过来。虎子打开手电筒，对准窗口，往里面照射，脸上的笑意止都止不住。水头足得很，你看光都透进去了，是高冰。太好了，这下能给师兄做个好物件了。你等会儿，我拿个擦皮的小机器过来，用手擦太慢了，看这蟒的长度，只怕这玉肉能有个200克。2个小时后，他把完整的一块红翡放在安觉手上，183克，跟我估计的差不多，这都能雕刻出一个观音挂坠了，你觉得呢？男戴观音，女戴佛，观音好，还能保平安。成啊，加工费200，过3天就能来取，你定个样式吧。送走了安觉，他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黑三爷。黑三爷稍微一愣，却也笑了起来。看来这丫头的运气不是一般的好，只要好好学假艺，时日前途无量啊！她现在才10岁，那这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黑三爷用手里的烟斗敲了敲他的脑，少羡慕你没这个天赋，就不要做白日梦。只是可惜呀，古月白恐怕做不了他多久的师傅了。转眼之间，12号就要到了。安觉亲手编了一根红绳子，将观音挂坠系在了上面。去公园吗？你这是要跟我约会啊？不怕被同学看到了，不好解释吗？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有多着急，我可赶不上。公园门口见吧，你陪我好好玩一天，知道吗？你嫌弃我长得老？不是吧，我才20岁。安觉没理会他的小情绪，在厨房叮叮当当好半天，炸了2个太阳蛋，用隔夜饭做了炒饭，盛进了饭盒里。分量这么大，你这是打算和谁一起吃吗？和李小豆约好了去公园玩，午饭就吃这个啦。安觉撒了个小谎，虽然他没什么好心虚的，但毕竟是和齐健单独出去，他怕周倩和爸爸会多想。安觉雀跃地穿上了秋季的新裙子，背起背包出了门。师兄，你来多久了？没多久刚到，我去买票。对了，你吃板栗吗？那里有卖糖炒板栗的。好啊，我要吃。逛到一座湖泊前，安觉从书包里拿出一个锦带塞给他。师兄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打开看看喜不喜欢？给我的生日礼物？对，赶紧打开看看啊！齐健的声音在视线触及到红翡观音时突然消弭，他不敢相信地看向这块橙红色的翡翠，好半天才回过神。东西太贵重了，我不能收。干嘛不收？这是我特别给你准备的生日礼物，难道你不喜欢吗？你要敢不收，以后就别和我说话了。我不是不喜欢，是太喜欢了。小觉，谢谢你，这是我收到的第1件生日礼物，这可是红翡，太贵重了。你一个大男人，别这么矫情。我今天送了你礼物，下次你送我一个更好的不就行啦？安觉还惦记着前世那枚帝王绿的平安扣呢，就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得到那块帝王绿的料子的。那你帮我挂上吧，我一定好好保管。你看多好看。是啊，我都被你吓着了，这可是红翡呢，你就这么随便送人了？嗨，一块橙红冰种而已，很稀奇吗？我以后还会得到更好的翡翠，这个就送给你啦。少年，你还是见识太少啊。等回家了，我给师傅看，他一定会嫉妒死我。对了，书目都背完了吗？今天正好是考察的日子，师傅让我直接考你。不是吧，恩将仇报啊你！我刚送了你一块红翡，转头就要考我。为了让你今后能得到更好的高货，现在我必须对你严格要求，不能懈怠。好吧，背就背。齐健本来是存了逗弄的意思，故意说要考察安教，但没想到他真的把书目一字不错的背了下来。师傅如果知道你这么用功，一定满意的胡子都要翘起来了。时间过得飞快，两人在公园的湖里划了船，又去做了激流勇进，一上午就这样过去。只是此时看着身边的安觉，齐健的脑袋里突然闪过奇怪的一幕，一个没有头发的女人躺在病床上，嘴角带着清浅的笑，对他轻声：“你怎么又来了？”齐健按住太阳穴，狠狠揉了2下。师兄，你怎么了？没什么，就是感觉有点心神不宁的。疯玩了一下午，安觉该回家了。齐健把他送到路口就折返了。齐健心情不错地朝着小洋楼走去，走着走着，他看到前面聚集起了许多人群，还看到了警车、救护车、消防车。他瞬间瞪大眼眸，扔下手里的东西飞奔了过去。让我过去，让我过去，我是这里的住户。小洋楼失火了，消防队才刚到，你师傅应该不在家吧？我不知道，我出去的时候他还在家。屋里有人吗？我师傅有可能在里面。不清楚，我们队员刚进去，这火势太猛了，如果真有人在里面，只怕……这年头还没有手机，找个人很不方便。齐健狂奔到不远处的小卖部，用座机拨打裘老六以及黑三爷的电话。三爷，小洋楼着火了，我师傅不知道是不是在里面，现在火还没灭，
你先别急，我这就过来。火太大了，你千万别进去。10分钟后，消防员都从屋内退了出来，火灭了。里面，在2楼的书房里，我们发现了一个人。对不起，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咽气了。书房里很乱，到处都是东西，他被压在书桌下面。我们刚刚把书桌抬起来了，但还是晚了一步。这不可能，你们把他救出来啊！短暂的呆滞过后，齐健跑到了救护车面前，对医护人员跪下来。医生，我师父还在里面，他晕倒了，但不一定会死的，对不对？火这么快就灭了，他有可能还活着，求你们救救他，救救他！你快起来，我们这就进去。医生和护士不敢受他的跪，连忙拿起医药箱往房子里冲。然而半个小时后，消防员和医护人员合作，把古月白的尸体抬了出来。师父，你都成大黑猫了，快起来照镜子看看吧，真是丑死了。齐健20岁生日这天，收到了这辈子的第1件生日礼物。同样是这一天，他的师父古月白在自家小洋楼的火灾中丧生。这天之后，他好似人间蒸发一般，消失了踪影。安觉是在第2天清晨上学途中才听到的消息，把书包扔给李小豆就狂奔至小洋楼，看到焦黑的楼房和乱糟糟的院子，他的心凉了大半。那是他的徒弟吧？好大一个小伙子，哭得肝肠寸断。哎，火实在是太大了。消防员找到老人家时，他已经吸入过量浓烟而死。怎么会这样，师傅？我还没给您行拜师礼呢。那后来呢？古老先生的尸体是停靠在医院里吗？没有，他的徒弟直接通知殡仪馆，把尸体拉走了。现在这个时候也不知道火化了没有。殡仪馆？安觉抹了把眼泪，出门招了辆出租车，立即奔往殡仪馆。但赶到殡仪馆，安觉依然没找到人。他手足无措地向工作人员询问，却得知古月白的尸体已经火化完毕，领取骨灰的人正是齐健。安觉失魂落魄地坐在花坛边，思索着齐健会把师父的骨灰带去哪里。齐健走得这么急，就不知道我会担心吗？安觉红着眼从殡仪馆回到家里，因为精神太过疲惫，在床上躺了一整天。周倩下午5点半回到家时，发现他神色不对，问出事情的缘由，心里也十分难过。10天过去了，齐健仍然渺无音讯。安觉心里的不安逐渐演变成了忧虑和惶恐。不会的，我师兄是个乐观的人，就算师父的死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也不应该一声不吭的消失啊。安觉只能求助于黑三爷，希望黑三爷能帮他一把。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黑三爷的仓库竟然空无一人，并且那些堆放的满满当当的毛料和石头也都不见了。到底发生了什么？齐健走了，黑三爷也不见了，这绝对不是巧合。安觉浑身颤抖起来，踉跄着离开仓库，跑回家拿出古月白留给自己的那枚古铜钥匙，又重新回到了被烧毁的小洋楼。安觉趁四周无人，悄悄走了进去。从1楼到3楼，安觉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却一无所获。但让他觉得奇怪的是，书房里的灰烬并不太多，这有些不合常理。古月白书房里的书至少有上万册，如果付之一炬，怎么只留下薄薄的一层灰烬？难道说古月白知道自己会出事，提前把这些书转移？1个多小时后，他终于在1楼的厨房里发现了一扇通往地下室的铁门。打开门后，他把古铜钥匙和铜锁都塞进了背包里，才慢慢走了进去。20多平米的地下室里，密密麻麻摆放着几十个纸箱，里面装的全是书，其中一个箱子上还摆着一封信。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为师恐怕已经化作了一抔黄土。不要伤心，不要追查为师的死因，也不要去找你师兄，他要完成为师遗愿，恐怕多年无法与你相见，但等事情彻底了结，终有一日你们会再度重逢。安觉被蜀古月白留给自己的信后，将信纸撕成了碎片，他看着茫茫书海，叹了口气。安觉一边思索，一边锁上地下室的铁门，小心翼翼地关上橱柜，离开了小洋楼。回到家后，拿出纸笔，写了一份书店计划书。安定下班回来后，刚喝了一杯水，就被安觉拉到了书桌旁。怎么啦，小觉？爸，我听李叔叔说，你们塑料厂年底就要改制了，与其等着下岗，不如早做打算。我有个大胆的想法，不知道你敢不敢做？小觉这下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我跟着车间的同事去深圳，听说那里政策好，做点小生意什么的，当个体户也是一条出路。爸，你别瞒我了，我知道你不会去深圳的，做生意并不适合你。那我可以做什么呢？看看我的这份计划书，你就知道了。安觉看到古月白给他留的信后，回到家写了一份书店计划书，打算给即将下岗的老爸谋一条出路，刚好也能解决古月白留下书籍无法保存的问题。开书店，这主意是不错，但我们有这么多钱吗？你没有，我有。安觉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存折递给他，
前些日子我又卖了几本古籍，师傅给我了4万块。他老人家现在不在了，我无法再孝顺他，但我发现他在地下室留了不少书，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它们保存下来，不如开个书店。小觉你开书店和做其他生意不一样，需要你的认真和勤奋就好。这是大事，我不能草率做决定。这样吧，你让我考虑几天。还有你这存折，就放在爸那里，密码我知道，到时候要取钱了，您得让我一起去。安定走出他的卧室时，还沉浸在发现女儿赚了一笔巨款的震惊里。周倩一连叫了他好几声，他才听见。孩子他爸，你怎么了？安定把他拉进了主卧，关上门，把存折拿出来给他看，并把安觉刚才对自己说的那番话对他复述了一遍。天呀，小觉这是发财了！依我看，不管是薛老师的书，还是古师傅的书，都是他们给小觉留下的珍贵遗产。但如果不是小觉，换了其他的孩子，真的能守得住吗？那这书店真的要办，我能行吗？有什么不行的？开书店又不是让你出去吆喝，爱看书的人自然会上门。那就试试，我看能行。书店的事敲定下来后，安定没花几天时间就看中了一个门面，如周倩要求的那样，有2层楼，中间有个木质小楼梯，上下加起来能有200多平米，还挺宽敞。这吧台正好留着，到时候可以卖点奶茶和饮料，在旁边放几张小圆桌和铁艺椅子，再放几个手工靠枕，这风格就出来了。这铁艺椅子哪里能做？可以去问问做铁栏杆的店子吧，我画个椅子的图样，照着做就成，不难的。安觉决定采用复古工业风的装修风格，打算把书店打造的独树一帜，前卫而新潮。1个月后，书店装修好了，安定按照安觉的指点，去冲绳市内最大的图书市场购置了一批图书。没想到市里的图书有那么，我真是大开眼界了。书店开张前，安觉把薛老师和古月白留下的书籍统统整理了一遍，给每一本都贴上了标签，分出一批放在了书店的2楼。而2楼除了真集市，还有许多书柜，摆放着平时很难见到的外文书和国外经典读物的译本，以及比较少见的字。这样安排是为了提高书店的档次。书店第1天的开门红让安定和周倩信心大涨，下岗导致的失落感没来得及品味，就投入到了忙碌的生活当中。日子就这么忙碌又平静的过去。等安觉过完了11岁的生日，赫然发现自己已经是6年级的学生了。接下来他必须要为小升初考试努力了。安觉的目标是冲绳一中，这所中学有初中也有高中，是冲绳市最好的实验中学。繁忙的学习很容易使人忘记时间，安觉为了不想念其剑，更加努力地扑在了书本上。这段时间安家也发生了不少事情，比如安分被单位开除了，为了抚养双胞胎儿子，不得不央求安定来书店里打工。至于他的那个姘头许丽丽，听说安分的老婆跳楼了，再也没敢和他联系，也不知道是收心在家好好带娃，还是又跟其他的男人出轨了。转眼又过了1年，他偷偷买了一条红色的围巾放在柜子里，算作是送给旗舰的新年礼物。这年夏天，小升初考试在蝉鸣初起时开始了，安觉不负众望，考出了全校最高分。去冲绳一中报到的日子到了，安定开着新买的面包车把他送到了校门口，帮他把行李送到了宿舍。在这里不比在家，什么都要用钱，你不要亏待自己，食堂里什么好就吃什么，不用给我们省钱，知道吗？放心吧妈。今年年初，他已经正式改了称呼，周倩这个继母在他心里已经和生母徐金枝一样重要了。安觉搞定书店的问题之后，随着时间流转，终于考进了梦寐以求的冲绳一中。你可真行，一个人考上了一中，我还要在2中里挣扎。安觉考上了冲绳一中，唯一不太高兴的是她的闺蜜李小豆。段琛也考上一中了，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和你一个班。怎么，你和他和好了？本来也没有翻脸好吗？我们2家关系这么近，我想不搭理他也不行啊。安觉对于李小豆的暗恋实在不想评价，段琛就算跟他一个班，那又能怎么样？安觉早就打定主意，不会和这个人有任何瓜葛。所以你挺遗憾的。小觉，你是我最好的朋友，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什么忙？你说。你帮我盯着点段琛，如果他早恋，或者有女孩子暗恋他，在追求他，你一定马上告诉我。安觉非常为难。那有人送他情书的话，你必须让我知道。安觉无奈的点点头。李小豆感谢的话说了一箩筐，临走还塞了2袋牛肉干。回到学校，他把属于自己的那袋牛肉干拆了，分给了同个宿舍的同学，剩下1袋，他第2天带去班上递给了段琛。李小豆让我捎给你的。谢谢你了，不过我不怎么喜欢吃牛肉干，要不你拿去吃吧。不用了，我还有1袋，这是小豆反复交代我要给你的。
你不吃怎么行？了不得啊！这才刚开学，就有女同学给你送吃的了。可惜他是帮别人送的，你吃吗？那也不错啊。你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以前跟我一个学校的，安觉。让段琛不解的是，这个暑假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个梦，一位面容憔悴的女人，总是用一种哀怨和憎恨的眼神看着自己。更奇怪的是，安觉对他表现的就是那种敌意。这天回到宿舍，安觉已经累得头皮发麻，爬上床想先睡一觉，岂料手刚摸到自己的床就拧起眉梢。我的床湿了，怎么回事？你们有谁知道吗？我不知道啊，今早出来我就没回来过，你俩回来过吗？回答的是安觉的下铺，名叫葛薇。此时他放下正在梳头的手，一脸猛然。室友陆圆圆的表情同样很惊讶，爬上去掀开他的被子摸了一会儿，真的好湿呀，这下糟了。安觉，你晚上可怎么睡啊？要不我跟宿管老师说一声，帮你换个床。然而室友王双平态度平淡，却拿出了自己的箱子。我还带着备用的被褥，你先拿去用吧。安觉深深瞥了陆圆圆一眼，接受了王双平的好意。换好被褥后，他给安定打了个电话，让他周末过来看他的时候多带一套新的被褥。算了，这件事明天再说，我很困，先睡了。安觉摆出一副不打算追究的态度，躺在床上闭上眼睛。安觉刚刚只说床湿了，并没说是垫子湿了，还是被子湿了。陆圆圆却一上去就掀开了他的被子，摸着垫子说湿了，可见他就是往自己床上泼水的那个人。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安觉的疑惑在几天后得到了解答，因为陆圆圆对段琛表白了，就在体育课的休息时间。这么巧，被上厕所路过的王双平看见了。我早看出来陆圆圆对你有意见了，只是你性格大方，没有发现。他喜欢段琛，但段琛却喜欢你。段琛喜欢我，这都什么跟什么啊？他天天找我做题，我烦他都烦死了。我也觉得你不喜欢他，但他的确喜欢你，不然为什么只找你做题？虽然我也觉得早恋不对，但你真的不考虑一下？不用考虑，我对他一丁点的兴趣都没有。听到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已经拒绝陆圆圆了，我说不定能有机会。不过你放心，我不会因为嫉妒你就往你床上泼水的。安觉目瞪口呆，现在初中生的套路也这么深。考进冲城一中，只是为了弥补上辈子的遗憾，但真进来了却有些失望。学校只关注成绩，每天的作业能压得人喘不过来气。为了缓解压力，他决定周末去市内最大的古玩街逛逛。这年头没有手机查个线路都麻烦。安觉在一个小卖部买了矿泉水和饼干，顺便向老板打听清楚了地址。古玩街就在地质大学旁边，每天都开放，都是鱼龙混杂，不太建议你一个小姑娘去。没关系，我和哥哥一起去。那你也要小心，放好自己的东西，那里小偷多。安觉接受了老板的好意，脱下鞋把钱藏在了鞋子里。安觉走着走着，在一个简陋的摊子前蹲了下来，摸起摊位上的一块石头。小丫头别玩去，这不是你能碰的东西。为什么不能碰？这不是你卖的石头吗？石头是石头，你知道这是什么石头吗？安觉眼眸一亮，因为他一眼朝着摊位上的石头看过去，发现应当都是精挑细选过的。哥哥，你这石头怎么卖啊？我挺喜欢这青蛙皮的。你想买啊？买得起吗？这些石头里头都有翡翠，随便一个就要上千。一个石头要1000块，哥哥你是在哄我吧？买不起吧？买不起就赶紧走。安觉却偏偏不走，从挎包里掏出一个小巧的手电筒，对着其中一块石头看了起来。哎，我说你这丫头，客人就是上帝哥哥，你没听说过吗？再说了，就算这些石头都是从帕赶出来的，一块也要不了1000。哎呦，这小丫头居然还知道帕赶呢，赌过石头啊这是？那你看得出来这是什么敞口出来的料子吗？这块我刚才看过，打灯水头还算长吧，一边是绿色，一边是紫的，看起来有点像是春带彩，但是我却觉得这块会卡不值得赌。这块会卡为什么不值得赌？一道略带怒意的声音忽然从他背后响了起来。哥，你回来了，这小丫头赖在这里不走，真是讨厌死了。不好意思，小姑娘，我弟弟说话不好听，你别介意。很多人知道会卡的料子种嫩，水头很长，但却底子却容易灰，出的东西水头再长也很难看。七哥听他说完，眉心团簇，隐隐浮现出怒意，但最终却没有发火。小姑娘，你是第二个说我这料子不好的，我当然也知道帕赶老敞口的料子好，但无奈没有那种人脉。你手里挑中的这块已经是表现得比较好的了，如果这块都不好，其他的我可怎么？换而言之，他今天这番话断了七哥的财路。对不住，我不是故意的，要不我说个价，我把这块买下好了。七哥心里不痛快，但也不打算和一个小姑娘计较。安觉尴尬地挠了挠眉毛，蹲下来把这块放下，
转而看向其他的。这块不好，未必其他的也不好啊，我再挑一个。行，那你挑吧。安觉在一堆淡绿色表壳的料子里面看到了一块白岩沙，眼睛忽的一亮，拿到手中掂量掂量，估计也就300克的样子。这块的水嫩皮子薄，打灯一透到底，飘绿的可能性很高。就这块吧，您给称重估价吧。你确定要买？不用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没事，也就几百块。七哥一想也是，几百块在普通人眼里是一笔不小的金额，但对于古玩世家的子弟来说，也就是喝杯茶的价钱。340克，你就给150块钱吧。程七哥挺厚道的。安觉脱下鞋，数出了150块递给他。要回家切吗？这里哪能解释？我切了再拿回去。那我带你去我一个朋友那儿切吧，不要你的钱。七哥觉得这小姑娘性格和人品都挺好的，想和她结个善缘。安觉便拿着石头跟了上去，来到一个狭小的店铺跟前。七哥吆喝了声：“胡大头你在吧？”就大踏步走了进去。这么点小，擦吧。先擦，您从这儿开始擦。胡大头没说话，拿出一个擦皮的小机器，下手没几秒就停住了。不错啊，出绿了，中狠老有5分水了，底子还好，飘绿。长了呀，这是这丫头买的料子，哪家的娃娃呀，这么厉害？安觉淡淡微笑着没有说，而胡大头花了些功夫，帮他把这块高冰飘绿的翡翠全擦了出来。真漂亮。七哥从店里拿了个盒子给他装起来，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他。我家里的电话，你收着，以后还想要便宜的好料子就找我。安觉收到了挎包里，因为暂时不缺钱，所以打算去银行开个保险箱，存放起来安全些。可是在古玩街往前刚走了几步，却被2个高大的男人给拦住了。你们想干什么？我们家少爷刚才看到你赌石的过程了，想和你说几句话。你家少爷？我不认识你家少爷，不去。正好和胡大头说完话的七哥走了过来，面色一凛，站到了他的面前。干什么？光天化日的欺负一个小姑娘？我们只是想请她去说几句话，这是我家少爷的命令。七哥看到他们胸前的家徽，脸色顿时诡异起来，诧异的望了安觉一眼。你家少爷是不是曾家老四？没错，这下你该知道我们没有恶意了吧？好吧，但我要陪着这小姑娘一起。可以，走吧。安觉对于七哥的突然妥协感到意外，但有七哥在，他的担心好歹减少了些。这2个保镖把他们领到古玩街外一辆黑色的轿车前。四少爷人带来了。安觉定睛看过去，看到了一张和自己同样稚嫩的脸蛋。你就是刚才赌涨了的那个丫头，挺得意的嘛。你姓什么？几岁了？安觉拧起眉头，不想回答他的话，但为了搞清楚对方的目的，只能硬着头皮回答：姓安，12岁了。12啊，那跟我一样大吗？姓安，奇怪，没听说过啊。这位曾四少凝眉思考着记忆中的古玩世家，发现里面并没有安家，顿时疑惑起来。你找我有什么事？我叫曾少云，是曾家老四，平时没事也喜欢玩玩石头，看你还蛮厉害的，弟找个机会，我们比试比试。不好意思，我没兴趣和人比试，今天赌涨了，只是我运气好，曾少爷不用在意，我还有事就先走了。你敢拒绝我？你竟然敢拒绝我？知不知道我是谁？曾家老四吗？我记住的。不行，我就是要和你比。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不想比，你还想逼着我比不成？我想和你比试赌石，这是你的荣幸，别装模作样了。我曾少云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子喜欢你这种欲迎还休的手段，我一眼就看穿了。我真的不想和你比试。就下个礼拜日的早上9点，我在古玩街的福德茶楼等你。说完，高昂着脑袋走进了车内，扬尘而去。这曾老四不会善罢甘休的，我看你还是下周日来一趟。赌输了还好办，要是赌赢了，就麻烦大了。听你的语气，似乎这曾老四来头不小。你玩赌石，家里长辈竟然没跟你提过曾家。实话实说，我这赌石的几分本事是跟着过世的师傅学的，家里人没有一个人懂石头的。原来是这样，那你更要小心了。曾家在古玩世家里的势力很大，这曾老四现在在曾家最是得宠，几乎是要风的风，要雨的雨。他要找你的麻烦，你只怕是躲不过的。这么说来，我还非和他比试不可啦。想要他对你失去兴趣，最好是赌输，这样他以后就不会再找你了。安觉若有所思，立刻向七哥告辞离开了这里。他用旗舰的身份证去银行开了个保险箱，把高冰飘绿的绿翠存放了进去，满怀心事的回到学校。葛薇忽然神秘兮兮的叫住了他：安觉，你有麻烦了。出什么事了？有人找班主任告发你，说你早恋。是谁这么无聊啊？我和王双平都觉得告发你的肯定是陆圆圆的，她嫉妒你成绩比她好，还嫉妒你被段琛喜欢。
他是不是脑子有病？这嫉妒心可是非常可怕的。幸好我不喜欢段琛。我去一趟班主任办公室，亲自跟秦老师解释吧。你来了坐吧，我把这套卷子批完了就跟你谈。安觉随便找了把椅子坐下，看到桌子上有辅导书，就翻看起来。上面的题都看得懂吗？都能看懂，没什么难的。你的成绩一直保持得很好，前我的名次在一中算是很好了。你将来是打算直接升高中部的吧？是的，一中是冲绳最好的中学。你今天主动过来，是想跟我说什么？我听到了一些流言碎语，怕您误会，干脆主动过来交代一下。看来你心里有数啊。有位同学告诉我，你好像在和段琛谈朋友，他言语很含糊，又拿不出证据，所以我并没有相信。告发我的人是谁？你能告诉我吗？这我不能说，希望你能理解。可。您生病了，是不是教学工作太累了？还好，这么多年都是这种工作量，我早习惯了，只是最近心情不好，影响到了身体。您还年轻，可不能把身体搞垮了。如果家里有什么事解决不了，可以找其他老师或者校长帮忙啊。你这口气跟个大人似的，其实跟你说也没什么。我的爱人最近却认识了一个朋友，很喜欢翡翠，还拉着他一起研究。这两人起初还有点运气，买了2块翡翠原石，竟然都切出来了翡翠。但上一次他们去古玩街的时候，被人算计了，对方一口咬定他们碰坏了1块价值10万的翡翠，要他们赔钱。这件事有蹊跷啊！我一开始也认为是碰瓷的，但对方手里有翡翠的鉴定书，这一下可就没办法了。安觉忽然想到了第一次遇到旗舰时，他用几本仿造的宋课本去应人的事情，这古籍都能造假，何况是翡翠呢？秦老师，您爱人碰坏的那块翡翠现在在谁的手上？在我们家里。对方说只要我们赔偿10万块，就当这块翡翠卖给我们了。但这破碎的翡翠已经不值钱了啊，我们就算要了又有什么用？怎么？不瞒您说，对于翡翠我也略懂皮毛，跟着一位玉石收藏家学到的辨玉技巧。这翡翠交易都是有规矩的，当时具体的情况您知道吗？这翡翠是先放在桌子上，您爱人再拿到手上看的，还是对方递给他的？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我再问问他。我去您家看看，这翡翠是不是真的价值10万，还不一定呢。要不就今晚吧，我把班级评语写完就可以走了。安觉便等了他半个小时，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来到他家时，天刚刚擦黑。淑芬，这就是你说的安觉同学吧？来，快进来。你赶紧把翡翠拿出来，给小觉看看。我这就去拿。片刻后，方润之从卧室里出来，端着这个红色的绒布盒子，放在了安觉手上。就是它了，我也是倒霉，不过是想见识一下，所以就想拿过来看看，谁知道一不小心摔了。您是去的古玩街上的哪家店铺？对方拿给您看之前，有说明这是价值10万的翡翠吗？这家店铺叫做玉福园，是古玩街上很有名气的一家玉器店。掌柜笑容满面的，没告诉我它价值几何，拿出来后直接递给我。我去接的时候，方老师，您跟您这位喜欢玉石的朋友认识多久啦？是他带着您去这家玉福园的吗？我和他是在一次朋友聚会上认识的，他是我一个同学的远房亲戚。那天的确是他主动带我去这家店的，他是不是有点问题？其实您已经觉察到了，不是吗？安觉说话间，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双白色手套，戴在了手上，这才拿起翡翠。以后您一定要注意了，看玉的时候先戴上手套。懂行的人都知道，请客人看玉不能直接递过去，应该先平稳放在桌子上，再请对方看。原来是这样，我竟然都不知道，这真是……我早说你那个朋友不厚道，你看看，指不定他和那个玉福园的掌柜是一伙的，故意做了个笼子，等你去跳呢。秦老师不用着急，只要这翡翠不是 A 货，不值10万，这前方老师自然就不用赔了。可他们要是咬死也不承认怎么办？安觉拿起翡翠在灯光下看了一圈，挑起一抹冷笑。那也要看他们敢不敢丢这个脸。方老师，您过来看，这块翡翠的绿色非常鲜艳，但边沿和底部却能看出一丝模糊和不自然的色块，这绿中偏黄，颜色邪得很。真正的 A 货绝不是这样的，我已经可以断定这一块是 B 货，原本本质就不好，为了哄骗客人购买，拿强酸等物质浸泡过，欺人太甚。我明天就找他们去。你去，估计你还没能开口说明白，他们就一拥而上，把你的话头给堵住了。我看干脆报警。秦老师，您可能不清楚，在古玩行当里是不存在真假之分的，万一买到了假货，那就是您看走了眼，怨不得谁。先不要急，对方如果再打电话来催钱，你们就拖着，我找个人打听一下这玉福园的背景再说。小觉，这件事我其实挺不好意思拜托你的，但你也看到了，你方老师就是个外行，
秦老师，您安心，我会帮忙的。我回学校打电话不方便，就在这儿打个电话成吗？你慢慢打，我去切点水果。安觉拨通了七哥家里的电话。喂，是谁呀？七哥，是我。今天在你摊位上切出高冰飘绿的那个小姑娘，我有点事想找你打听。哟，是你哇，嘿嘿，好呀，有事你就问，我知道的肯定告诉你。你知道玉福园吗？我的老师前段时间在这家店铺买到了一块避货翡翠，那掌柜的却说是 A 货，欺负我老师是个新手，看玉石直接往手上递，结果玉摔了，张嘴就要10万。玉福园，你老师运气太背啊！这家店是增加的一个铺子，做生意没有底线，10万确实太多了，我看能不能去说和一下。我能确定这块翡翠就是避货，怎么还是要赔钱？他们家的生意大，掌柜又多跋扈，在他的店里摔了玉，想要不赔钱，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听我的，劝劝你老师，息事宁人算了，得罪了玉福园和曾家，以后走到古玩街上你就甭想买到一块玉了。而且你想不赔钱，打砸一顿都是轻的。那要是我赢了，曾少云呢？以他的身份开个口。我的天，你也太敢讲了。曾家老四说的话，玉福园的掌柜自然得听，但以后他只怕就会和你卯。他一个黄毛小子，跟我差不多大，顶多难缠了点，还能拿我怎么样？好吧，既然你都决定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要不下周日早上我跟你一起过去。那我就先谢谢七哥了。秦老师端着一盘橙子走过来，紧张地看着安觉。怎么样？下周日这件事就能解决了，到时候我会打电话过来。真不知道该怎么谢谢你，小觉。天色这么晚了，先吃点水果垫垫。你方老师在做饭，吃了晚饭再走。安觉确实饿了，不客气地坐在了餐桌边，顺便装模作样地问了几道题。秦老师了解到他的理想是京大的考古系，吃了一惊。但是考古系不好考啊，这古文知识必须扎实，业余也不能落下。你要是还忙得过来，我给你找几本专业书看看。您这儿有考古系的专业书？其实我以前也想去考古系的，无奈分数不够高，没考上。因为我爷爷就是考古系的教授，可惜了，我爸妈不喜欢考古。秦老师，您爷爷的名讳是？我爷爷叫秦耕平，他脾气有点怪，但特别爱财。你如果能坚持这个志向，到时候我请他给指点1、2。安觉顿时惊住了，秦耕平可是国内数1数2的考古专家啊！据说当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他就是发现人之一。看你这表情，是听说过我爷爷的名字。我爷爷一生最新考古，去年还出版了一部《古代文化探究》，只是销量不大好，他一直挺郁闷的，哈哈。那肯定是因为秦爷爷写的太专业，普通人根本看不懂。方润之做的家常菜非常可口。吃完饭后，他还开车给安觉送回了学校寝室。回到寝室，安觉却发现陆媛媛不在。哎，他人呢？被当妈妈接回家了，说明天早上再过来，好像是家里有急事。不过妈，我觉得是他暗恋段琛的事被家里知道了。哼，看他这下怎么办？他家里怎么知道的？该不会是……可不是我才不会做对家长或老师告状这种幼稚的事。哦，对了，这是你的信，盲卫大叔给我带回来的。信，居然是黑三爷，他怎么知道我在这所学校？安觉惊魂未定，但同时心底涌起一阵狂喜。左等右等，他们终于有消息了。说来十分抱歉，原本答应要教你一些东西，却不告而别。当时的事情实在太过复杂，3言2语无法说清。但我和你师兄都安好，不方便联系，又怕你担心，所以特意写了这封信，为了你的安全。看完这封信后，务必立即毁掉，不要保存。还有几件事需要与你说清楚，望你谨记。第一，古老的死是日本人所为，以后见到任何日本人，绕道走，但具体是谁，目前不能告诉你，以免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学业。第二，旗舰早已离开冲绳，去他处拼搏前程，他可能会改名，但我还不知道他会改成何名。第三，安心学习，不要牵挂我们，等到能相聚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出现。第四，你存放在我这里的40万，我先借用了，这笔钱就当做你入股我公司了，今后每年都会有分红，我帮你保存几年，等你高中毕业那年，一起给你。第五，如果想要继续学习变玉和相遇，可以拜访一位名叫段峰的老头，他就住在冲绳，但到底住在哪儿，你得自己去找。祝一切顺遂，不用回信，贺荣。黑三爷原来叫贺荣。看完信，安觉胸口堵得厉害，就好像刚跑过了800米。该死的日本人！安觉又看了一遍信，塞进裤兜，借着上厕所的机会，把信撕碎了，扔进蹲便器里。
用水冲走了。因为从七哥那里得知了曾少云的来历，安觉对于下周日的比试不敢小觑。每天晚上写完作业之后，放下床上的帘子，开始开启玉石交易系统。也正因为这样，到了周日早上，他信心十足地离开了学校，前往古玩街。时间还早，我们先去吃早餐。福德茶楼的包子和煎饺不错，我带你去尝尝。不是茶楼吗？怎么还卖早点？虽然叫茶楼，但早上却是卖早点的，而且比街边摊的早点摊的东西好多了。安觉随着他走上茶楼3楼，发现这一层全是关着门的包厢，每个包厢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名字各不相同，且没有什么规律。曾家老四每次都来这里和人比试，每次都选择不同的包厢。上次他选的是曲水流觞那间房，今天不知道会选哪一个。每间包厢的格局应该都是一样的，选哪一间不都是一样吗？所以说你还是太天真了。这里的包厢格局虽然一样，但里面的光线不同，这光线好不好，对于香玉而言有多重要，你应当是知道。光线不好，不还有手电筒可以用吗？对，手电筒不能用，其他工具也同样不能用，你只能戴一双手套进去，连放大镜也不能戴。当然了，他自己也是一样。安觉拧起眉梢，深思片刻。他对自己这么有自信，仅凭一双肉眼就能像玉，除非他有透视的特异功能。确实不可能，但他就是这么赌。起初很多跟他赌石赌输了的年轻人怀疑他作弊，但不管怎么查，都抓不住曾少云的把柄。他如此嚣张跋扈，就没有人敢管吗？谁管？这里是冲城的古玩街，曾家的地盘。9点整，曾少云穿着一身青灰色的3件套小西服，登上了3楼。看到他已经到了，顿时抬起下巴，赏给他一个笑容。你还挺懂事的嘛，知道提前来了。进吧，我今天选的是逆水行舟这间包厢。逆水行舟这4个字不错。安觉毫无惧意思，大大方方地和他走在了一处。你不怕我？为什么要怕你？难道你是恐龙变的？有意思，你是头一个不怕我的女孩子，我挺喜欢你的。要不你求我2句，我待会儿让着你点。不用了，我今天是来见识你的本事的，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两人走进挂着逆水行舟牌子的包厢，七哥按照规矩只能站在门外。随后，曾少云身后的几个黑衣保镖抬进来3个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毛料。箱子里的毛料依次展露在安觉眼前，他粗略地扫了一眼，发现3个箱子的毛料各有特色，有的一看就是好厂口出来的，但有的却表象极差。时间怎么算？挑选毛料的时间是1个小时，然后开始解时，谁解出的翡翠品质最好，就是谁赢。那如果重水一样呢？那就按颜色和体积大小来论。好，先签个字据吧。你倒是谨慎。好，签就签。既然是赌，那总得有点赌注吧。如果你输了，以后就跟着我吧，当我的陪读，随叫随到的那种。那万一你输了呢？我提一个要求，你帮我办了，怎么样？行啊，这有什么难的？不过我是不可能会输的。相遇是什么规矩，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手电筒、放大镜、一概工具都不能用，我也如此。没问题，开始吧。在计时器按下之后，安觉立刻蹲在其中一个箱子面前，用戴上白手套的手把一块块毛料从里面搬出来。其中一个箱子里有许多毛料都是黄沙皮和鱼皮。安觉立刻想到了一个著名的翡翠产地龙肯。安觉看了几个黄沙皮，也看了几块鱼皮的，心里没底。包厢里的灯光昏暗，肉眼看过去就算能看到一层绿意，但曾少云比他手快，一开始开箱就拿到了好2块松花表现极好的毛料，还有1块有蟒带的也被他拿走了。你别以为这些石头都是我事前派人放好的，以我的本事还不需要做这种无聊的事。安觉不再分心，认真查看脚下的毛料。40分钟过去，他只看中了3块，比曾少云的4块还差了1块。还有时间，你可以再挑选1块。安觉见曾少云悠闲地坐在椅子上开始喝茶吃点心，用毛巾擦了汗后，把自己那3块毛料抱上了膝盖，低头摆出一副凝神深思的模样，实际上是启动了玉石交易系统，想借用他的特殊能力鉴定一下这3块原石里面是不是有翡翠。你选好了？还有第4块呢。曾少爷急什么？安觉本来只是想小小的打压一下这个中2小少爷的气焰，但因为这块 B 级翡翠，他改变了想法，把1块长满了疙瘩的石头抱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你这是明知道会输，所以破罐子破摔喽。看来你注定要给我当陪读了。还没解时，到底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块毛料表壳既没有松花也没有蟒，还这么凸凹不平，看起来丑陋无比。
但安觉却在看到他的时候，心脏猛然一跳。我选好了，就他们了，开始解释吧。曾少云见他上赶着要输给自己，心情舒畅地冲保镖比了个手势。片刻后，一个小型的切食机器就被搬了上来。你是女孩子，你先来吧。无所谓，我先解一个，然后你来。安觉抱起那块 B 级的安放在机器上，这块好像是满绿，你小心着点。切食师傅拿手帕擦了下手，立刻打开了机器。几分钟后，安觉掏出手电筒，对准切面照射下去，眉心紧蹙，面上还带起一抹怒火。怎么回事？这玉肉注过胶吧？曾少云略微一愣，亲自上前来查看了一番，也蹙起眉头。阿武，你查查哪个不懂事的避祸掺到给我的箱子里头？忘记我上次讲的规矩了吗？四少，这真是避祸。刚才那块避祸可以不算，你要不再挑一块？不用了，是我自己没看出来，怪不得别人。上我的第二块吧。曾少云的脸色立时尴尬起来。第二块解开，解释师傅笑着恭喜安觉，是淡青地的雨过天晴，比起曾少爷还是差远了。曾少云忽然不好意思起来，头一次觉得即便自己赢了也没那么高兴。第二块随随便便就切了，是个飘绿的冰地，不过没达到高冰，他自己不太满意，等着安觉解第三块。你这第三块也还行，落地竹叶青做镯子也蛮好看的。曾少云不自在地挠了挠下巴，看着安觉发红的眼眶，心里有点过意不去。哎，也是的，干嘛和一个小丫头较劲？要不就算我们平手吧？这怎么行？曾少爷和人比试是一定要有输赢的，不是吗？来吧，最后一块。曾少爷心里叹口气，设想着待会儿他要是哭鼻子，自己该怎么哄，还没想出个所以然。他的第四块翡翠已经放上了机器。涨了，涨了！恭喜曾少爷又赌涨了。虽然是高冰的，但浅了点儿，估计只能掏出几个界面来，不怎么样。再来就是我这块黄疙瘩了。当这块疙瘩从中间被移切到底，解石师傅听着这摩擦声，下意识地低头瞄了一眼，顿时就呆住了。涨了，这块也涨了。安觉兴奋地按住切面，用水往上一淋，眼角眉梢是掩不住的喜色。真没想到你运气这么好，开出来一块玻璃种。不但是玻璃种，还有飘花，稀有的兰花。曾少爷该不会是不敢认输吧？怎么会？输了就是输了，这还是我第一次输呢。愿赌服输，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安觉没料到他这么干脆地认了输，看他没有反悔的意思，便把方润之在玉福园的遭遇说了一遍。曾少云眉心紧紧拧着，显然是初次听说这种事情。你先吃点心，我去就回。10分钟左右，曾少云回到了包厢，略带羞惭。真没想到我们家的铺子里还会发生这么低级的事情。玉福园的掌柜是我们家一个分支的亲戚，没想到他居然对一个不懂玉的外行人下套。你回去跟你老师说一声，10万块不用赔了，我们玉福园还送他一块冰诺种的翡翠观音做赔礼。你看这样处理怎么样？这就行了，我一个电话就能解决的事。走了，你今天赢了，我要请你吃饭。对了，你喜欢火锅吗？四少，这些翡翠怎么处理？哦，对了，你解出来的这3块翡翠，我让人包起来，到时候直接送到你家吧。不用了，我在冲绳一中住校。不过这3块石头我没有买下，直接拿走不合适。哎，你脑子真够木的，跟我曾少云赌石，输了不用赔钱，赢了免费带走。那我就不客气啦。曾少爷的几个保镖互相对视，无奈地叹了口气。四少可从来没对谁这么客气过，看来这位名叫安觉的小姑娘真是了不得。席上曾少云一个人吃得酣畅淋漓，直到饭局结束都没表露出什么恶意，还派车把安觉送到银行存放好翡翠，又把她送回学校。真这么说，不追究了，10万块也不用赔了吗？是啊，曾少云亲口说的，不会有假。玉福园还会赔方老师1块翡翠作为赔礼。好，我给方老师打电话问问。在电话里确认过，真的不用赔钱了。秦淑芬喜极而泣，抱着安觉，太谢谢你了，小觉，晚上跟我回家吃点好的，补补。成，那我就厚颜无耻的去蹭饭了。过了1周，安觉报名参加了市里的英语竞赛，周末没时间再去古玩逛了。在自习室写练习题时，却被一个老师喊了出去，说有人在校门口等他。谁找我？是个和你一样大的男孩子，坐着汽车，带着保镖，好大的派头。安觉无语地抽了抽嘴角，看来是躲不过去了。安觉，快过来，陪我去游乐场坐过山车。我不想去，我还有好多英语习题没做呢。曾少爷，你找别人一起去吧。过来，再不过来，我就让阿武把你抱过来。你干嘛非要找上我呢？我不管，我就是要你陪我去坐过山车。
怎么，你恐高吗？他不恐高，但却不想和这位少爷走得太近。可现在校门口已经聚集了许多同学，他并不想继续被人围观，只好走了过去。上了车，来到中心公园里，人声鼎沸。曾少云看着售票口密密麻麻的人群，微微蹙眉。阿五，你去买2张学生票。曾少云拉着安觉进了大门。安觉有种带着小屁孩出来春游的无力感。人真多啊！哟，前面还有冰激凌卖，你要吃吗？好吧，来个草莓口味的。你们女孩子就喜欢这么娘们唧唧的口味，我就不一样了，我喜欢香草味的。曾少云高傲的一笑，穿着他那身高级小西服钻进人堆里。几分钟后，拿着2只蛋筒走出来时，头发已然变成了鸡窝。这些讨厌的小孩子怎么都不知道排队呢？家长是怎么教的？来公园就不应该穿得这么正式，你怎么想的？区冰激凌根本没打击到曾少云，他继续跟着人流往游乐区前进。来到传说中的过山车面前时，仰头往上看，好高啊！我们真要坐吗？还是不要坐了吧，看着有点吓人。万一我待会儿坐到一半时哭了怎么办？没错，你这种较弱的女生的确容易哭，万一你哭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哄。曾少云脸色有点发白，赶紧借坡下驴。5分钟后，2人趴在栏杆上，听着过山车上那撕心裂肺的尖叫声，对视一眼，果断放弃了这个项目。之后2人在公园里吃了饭，简单的玩了几个人畜无害的设施，安觉便开始觉得无聊了。好了，玩够了，也吃饱了，我该回去了。谢谢你请我出来玩。你这就要回学校啦？天都还没黑呢。你不是吧？想玩到天黑？曾少云本还想送安觉回学校，但被拒绝，他自己一个人朝着公交车站就去了。要乘坐公交车的人有很多，忽然人群中有位头发花白的老婆婆大哭起来，胆怯且茫然无措地看向周围。这是哪里呀？阿贵阿贵，你在哪儿啊？婆婆，你也是来中心公园玩的吗？我不是来玩的呀，我是跟阿贵出来买东西的。阿贵呢？阿贵不见了，怎么办？我找不到他了。安觉听他说话的口吻，观察他的神态，立刻做出了判断，这位老婆婆只怕有老年痴呆症。她拿出几个玩具给老婆婆，哄着她玩了半天，总算让她的情绪冷静下来。随后找到公园执勤的警察，对她说明了情况，希望能帮她找到家。但老婆婆不相信警察，只愿意和安觉说话。没有办法，最后警察只能开警车载上他们俩，一路寻找老婆婆的家。到华灯初上时，老婆婆的家终于找到了。老婆子，你吓死我了！没事了，没事了，我差点就报警了，儿子都出去找你了，幸好你回来了。哎呦，真是多谢这位警官呀！这是我应该做的。其实发现您老伴走失的不是我，是这个小姑娘。好孩子，太谢谢你了，进来吃顿饭再走吧。老头看向安觉，先是吃了一惊，随后又开始了新一轮的道谢。安觉本想拒绝，但老婆婆却拉着她手不肯放。没办法，就只有去他们家叨扰了。原来这位老婆婆姓张，老伴姓段，2人都是知识分子，在这栋小楼里住了快50年了。晚8点左右，段老先生亲自送她出门，让自己的大儿子开车送她回学校。我老伴不是第一次走丢了，但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幸亏你这孩子心善啊，要不然……说到这儿，老先生泪水盈眶。要不然以后给张奶奶做个名牌挂在脖子上吧，或者把地址和号码印在衣服的袖口，这样一旦走失，只要是好心人看到了，就能帮忙送她回来。对呀，我怎么没想到？我明天就让儿媳妇儿给做个名牌，再雕刻一个印章。您老还会雕刻印章和做印泥呢？这有什么？都是年轻时就学会了的。小觉，你家父母都是干什么工作的？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呀？我爸妈开了个书店，现在每天都忙得很。我平时喜欢看书，对于考古学和历史都有很大兴趣。我以前有个师傅，对古玉和古籍都有些研究，但他不久前去世了，现在我只能自学。原来是这样，你对古玉了解得多吗？不算多，但我师傅给我留了许多书，估计全部读完之后，能了解得多一些吧。段老先生若有所思地抚了抚胡子，有空来看看你张奶奶，我这儿也有不少古籍，你要有兴趣也可以来看。安觉答应下来。回到学校寝室时，已经是晚上9点。洗漱完毕，安觉就上床睡了。今天实在太累，但他还是在睡觉之前开启了玉石交易系统。这时，多日不见的苏白宁的名字忽然绿了。很快，
他的身形出现在了安觉眼前。苏仙人，好久不见啊！你这小丫头，最近做了什么？怎么精神力这么差？不会吧，我最近读书的速度比以前快多了，这精神力应当是比过去好多了吧？您看得到我的精神力吗？知道你蠢，没想到蠢成这样。你是怎么使用指南的？里面不是说明了新人使用这个平台需要修炼精神力吗？安觉回忆了一下，顿时吓出一身冷汗。我好像真的忘了。看在薛景然的面子上，我提醒你，这精神力是必须要修炼的，每天都不能间断。你使用平台次数越多，需要承载的精神力负担会越来越重。一旦到达了第1级的临界点，你就无法正常开启交易平台了，而且每次使用都会透支精神力，轻者晕迷，重则死亡。我知道了，苏仙人，那我从今天就开始修炼精神力，还来得及吗？看你的印堂发黑，要不是我正好发现了，不到3天你就会昏迷。今天就教你一遍精神力修炼的初级法门。安觉亦步亦趋，完全按照苏白宁的指示和引导，从吐纳开始进行练习。在背诵口诀后，明显的感觉到了一股清凉的气流从丹田处涌出，并瞬间奔涌至四肢百骸。每天至少要坚持修炼1个小时，不可因为身体感到难受就放弃或懈怠。你年纪正好，从现在开始努力，到我这个年纪时，应当能达到轻级用户的等级。玉石交易平台将用户的等级由低到高分为了7种颜色：赤橙红绿青蓝紫。赤色是新人用户的等级，紫色是顶级用户的等级。谢谢苏仙人，我一定会努力的。遇到了什么困扰，可以给我留言，我有空便上来指导你。作为感谢，你送我1株草本植物吧。好，我下次就带给你。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要可爱一点的植物，能放在卧榻旁边的。安觉不假思索地点了头，看着他消失之后，却皱起了眉头。可爱的植物，多肉算吗？可现在才90年代，多肉还没有被引进中国呢。现在安觉上哪儿找多肉去？因为精神力的提高，安觉的期中考试成绩非常高，拿到了全年级第2的名次，把同寝室的3个女孩子远远甩在了后面。葛薇考得也不错，班级排名第6，他父母特意买了1台随身听奖励他。我周日打算去买几盒磁带，现在的这几盒我都听厌了。小觉，你陪我一起去吧。你要买磁带，是打算去冲城广场吗？对啊，那里有一家全市最大的一家音像店。陪你买磁带没问题。你知道哪里有花鸟市场吗？你想买什么？小狗吗？哎呀，我们寝室不准养动物的。不是买东西，是想买点草本植物，例如，反正就是可爱一些的植物。要说可爱的话，含羞草算不算啊？葛薇从抽屉里拿出1张明信片，指给他看。对啊，含羞草不是正合适吗？那就这么说定了。这个周日，我们先去买磁带，再去买含羞草。含羞草我买了要送人的，所以得选个最好的品种。是不是要送给上次碰见的那个小帅哥的？什么小帅哥？我还认识什么帅哥吗？就是上回那个穿着西装来学校门口找你的那个。英语作文你写完了吗？我记得明天就要交了。不久，去洗澡的陆圆圆回来了，脸蛋气鼓鼓的，不知道又和谁吵架了。这次她期中考试名次下跌，被妈妈在电话里狠狠批评了一顿，正气不顺呢。又遇到隔壁班上的班花，对段琛表白。看什么看？不就是考了个第2吗？得意什么？安觉还在发愣，葛薇倒是先站了起来。陆圆圆，我说你是不是欠收拾，跟我们这儿撒什么气啊？我看你就是心里不痛快，找人出气是吧？但是你少欺负安觉，她脾气好，但我脾气可不大好。葛薇，你少护着她，她成绩好怎么了？私底下不知道做过多少恶心事呢。哼，不知道在校外认识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人，还让人故意开着车带着保镖来接自己，真不知道是安的什么心。你别胡说八道，那是安觉的朋友，怎么什么事到你嘴里就变得这么龌龊了？怎么就是胡说八道？现在同学间都传开了，安觉其实家里很穷，要靠着给富贵人家的小少爷做丫鬟才能有钱上学。呸，下贱！葛薇气得浑身发抖，安觉却面色淡然地晃了晃手里的索尼卡带机，挑衅地看向陆圆圆。你刚才说的话我都录下来了，敢当着班主任的面再说一遍吗？你敢？我为什么不敢？你都敢当着面诽谤我的名誉了，我还不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吗？安觉勾起一侧唇角，把磁带拿出来塞到了自己的褥子底下。陆圆圆，我郑重警告你，以后再听见你满嘴喷粪，我绝对会让你后悔到痛哭流涕。听到他的威胁，陆圆圆满脸煞白，支吾了半天没支吾出一个字。一连几天，寝室里的气氛都诡异的可怕。周日一大早，
葛薇就拉着安觉出了校门，总算能出来透透气了。你说陆圆圆是不是傻，居然又去秦老师那里告状？秦老师一看见他脸都黑了。听说今天秦老师把他父母喊过来了，嘿嘿，陆圆圆完蛋喽！在冲城广场，葛薇买到了心心念念的灌篮高手磁带，简直爱不释手。转了一趟车，两人来到了体育馆旁边的花鸟市场。葛薇熟门熟路地把他带到了一家店门前。大堂哥，我带同学来了。来了。哦，你就是微微的同学啊，我是他大堂哥，你想买什么随便挑，我都给你半价。那感情好啊，我可就不客气了。他挑选了一株开了花的含羞草，在亲手试验过，他确实非常娇羞过后，满意的付了钱，一边抱着花盆往外走，他一边留意着有没有景天科的多肉植物，没想到还真让他找到一家店有卖的，蹲下来讲了会儿价。安觉手上又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小株观音莲。观音莲的形态和颜色极其符合苏白宁的气质，再则修仙之人大多精通佛理，看他打坐的姿势就知道了。对于观音莲，应当是毫无抵抗之力的。葛薇也被观音莲捐了粉，一路嚷嚷着要多看几眼，谁料分神的时候就撞到了一个高半个头的男生。对不起，没事吧？算了，不跟你一般计较。咦，曾少云顺着这道声音望过去，脸上的冷漠顿时如冰雪融化，换上了惊喜的微笑。你怎么也在这儿啊？我来买点东西。曾少云挤开发呆的葛薇，站在了他的面前。这是什么品种的花啊？好漂亮。这不是花，这是含羞草。在哪儿买的呀？我也想买一盆。在他大哥的店里买的。你也喜欢植物？从今天开始我就特别喜欢植物了。曾少云财大气粗，足足买了300块的东西，让葛薇的大堂哥狠赚了一笔。你看这么多东西拿着也不方便，不如我送你们回去吧。那好吧，不过现在中午了，我们先找个地方吃饭。刚巧我在老四川火锅定了位置，我们就去那儿吧。葛薇一脸天真的跟上他。安觉看了阿武一眼，用嘴型问怎么回事。四少爷前几天看了一部电视剧，里面的男女主角青梅竹马，经常偶遇。安觉望了望天，其实我们四少爷人挺好的，你应该也不讨厌他吧？不讨厌，但也不喜欢。曾家不是普通人家，我和他做普通朋友可以，但却不能走得太近。阿武稍稍一愣，不禁对他另眼相看。曾少云对于阿武和安觉的互动尚无任何觉察，他被活泼多话的葛薇缠得分身乏术。不消片刻，一行人来到了火锅店。安觉吃到半饱，起身上厕所，走过大堂的时候，看到有一群人浩浩荡荡从门口走进来，前面好几个纹身的壮汉，脖子上戴着粗粗的金链子，一看就不好惹，他赶紧避让。这时被壮汉簇拥在中间的一个男人忽然回头瞄了他一眼，他摸了摸发麻的脖子，赶紧朝着与他们相反的方向离开，找到卫生间快速解决完生理问题。回到了包间，大堂里服务生战战兢兢的把4个方形桌子拼到一起，让这群人数众多的客人就坐。长哥，您这次过来打算住几天？哥几个已经给您安排好了住处，保证让你住得舒服。无妨，只是吃顿饭罢了，住在哪里无所谓，清静一点就行。晚上我要去李爷那里看货，如果有得用的石头，买下来就走，不希望节外生枝。是，您放心，李爷那里我已经打了招呼，只是这里是曾家的地盘，那些品质最好的毛料，只怕早就被他们定下了。我来之前就听过曾家的大名了，如今冲城的玉石市场都被曾家垄断了。谁说不是呢？曾家势力庞大，盘根错节，我们轻易不敢招惹啊。这个张哥吃了几口肥牛，放下筷子，点了根烟，眼神迷离地看向刚才安觉站立的地方。时间过得真快，那丫头居然长高了这么多。漫不经心地想着，张哥突然呛了口烟。安觉和一个男孩子肩并肩走了出来，有说有笑，手里还抱着一盆什么植物。长哥，是不是这牛百叶不好吃啊？没有，我只是突然想到点事情。没事，你们继续吃。控制了一下情绪，在抬眼时，安觉已经上了曾少云的车，他霍的一下站了起来。长哥，没什么，我们吃完了赶紧走吧，晚上还有的忙呢。对，哥几个赶紧吃。张哥下午去宾馆休息会儿，晚上我们直接在李爷那里碰头。你去之前先打听清楚，他那里的货是不是曾家挑剩下的？如果是剩下的，我直接去别家。长哥，这强龙不压地头蛇啊！这次只是试探李爷的态度。好，我吃完了就去打听。这个张哥全名叫张健，看到安觉之所以那么紧张，是因为他就是曾经的那个旗舰。古月白离世之后，他带着骨灰去古老的家乡安葬，随后在深圳跟黑三爷会合，一直在暗中追查山本恒三这个日本人的下落。上个月，黑三爷带着几块半开窗去了香港，
不但成功卖掉了，还结识了好几个香港富豪。但这笔钱很快被花掉了，因为他用来买了好几部大哥大。张哥，我已经打听清楚了，这次李爷的货被曾家挑走了一半，剩下的都是些表现不大好的。妈的，太气人了！要不我们不去了？去干嘛不去？他李爷今天看不起我们，赶明儿我们就让他高攀不起。我听说他那里有一块大家伙，蝎子，你先去瞅瞅，看他还在不在。和张健对话的这个蝎子就是张健的小弟。好，我这就去，您等我的消息。半个小时后，张健的大哥大又响了起来，蝎子那边的声音十分嘈杂。张哥，那个大家伙还在呢，您过来吧。张健换了件黑三爷从香港给他买的休闲外套，把大哥大别在腰间，走了出去。这位就是张哥了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废话不多说，我这次来是想先看几件大点的毛料，100斤以上的货，您这有吗？有，还有好几块的。李麻子立刻吩咐徒弟端茶倒水，并打开了院子里的10几盏白炽灯。这块是从老帕赶场口运过来的地基料，虽说是地基料，但底子非常干净，漂绿的可能也不低。李爷，我们张哥可是专门去缅甸学过赌石的，您还怕他看走了眼？张健戴上手套，在白炽灯下仔细查看，每一处都没有放过。李爷，这里有一道裂，难怪你放了这么久都没有卖出去啊。这道裂不怎么深，您仔细看看，这一块还是很值得赌的。对前几位客人，您也是这么解释的？我听说曾家的香玉师傅已经来过了，他们怎么说？他们当然是不看好了。要是看好了，早就买走了。毕竟在这块地界上，谁也不敢和他们抢。所以说现在你这里的货都是曾家挑剩下的，对吧？哎，这我也不想的，曾家霸道，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我也没办法呀。要不张哥您再看看别的？不忙我再看看。如果这裂柳吃的不深，勉强能赌，李爷能给个痛快价吗？好歹让我赚回成本，这块181公斤，您拿走。张健不置可否，拿着特意让人从日本带回来的强力聚光手电，对着裂柳看了起来。估摸着吃进去了至少2寸，我不是很看好啊。151公斤，哎呦，您可真会砍价。算了算了，这东西放在这里也是占地方，您拿去吧，咱交给朋友。我这还有那漠河后江肠口出来的好料，您不看看？李爷，我今天来只看大家伙，除了这个，您还有什么大家伙？不管有多重，我都想看看。有，还有3个呢。李麻子没想到他就真好这口，心里直犯嘀咕，却没有拒绝，笑眯眯地带着他往另一个院落走。张健转身对蝎子使了个眼色，去东边的屋子里看看。蝎子立刻会意，捂着肚子哇哇叫唤。哎，我肚子怎么突然疼起来了？张哥，你先看着，我去趟厕所。快滚，真是屎尿多。张健假装嫌恶地踹了他一脚，这才跟上李麻子。这一块蜡皮的是那黑出来的，那一块白黄皮是大谷地的，角落里的那块是老寨棚子出来的黑沙皮。老寨棚子出来的黑沙皮挺少见的，我先看看它吧。李麻子听他说要先看黑沙皮，脸上露出一丝难色，但却不好拦着。张哥实话对你说了吧，这个大块头是曾家乡剩下的，当时他们好几个相玉师傅都看过，其中有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笃定说这是一块垮料，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还切了一个窗口，里头都是一片灰白。要不您还是看看另外2个吧。就算是垮料，也没有不买就切的道理。哼，李爷就任由他们欺辱吗？曾家的项羽师傅跟他们的家主一样，个个都是鼻孔朝天的主，只要我还想在冲绳的地界上做生意，就不敢得罪。张健干脆蹲下来，掏出手电筒，从下往上打灯，专注地看起来。果然在这块石头的底部有一小片青黑而紧实的皮壳，透着黑亮却均匀的色泽。我从头到尾看了遍，只能判断这底部有可能有肉。你出个价，我全当买回去玩玩。张哥果真要买，那我也给个一口价，这块黑沙皮800块，您拿回家勉强当个假山用吧。李麻子卖掉这几个不被人看好的大家伙，心里不知道有多高兴，主动提出帮他们运送到北京去，不需要他支付运费。张哥您心也太好了，曾家不要的东西您干嘛接手啊？要我说李麻子活该被坑，谁让他那么势利眼的？这年头的生意不好做，曾家跋扈惯了，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树立了多少敌人。我看这李麻子并非就对曾家忠心，我做个顺水人情，他只要有野心做大，以后自然会留意我的一举一动，而且那块黑沙皮未必一定会垮。您是看出什么来了？你什么时候见我做过赔本生意了？回去之后一夜酣眠，张健第2天精神头十足，吃了2笼灌汤包后，溜达着来到了冲绳广场。他逛了一会儿，发现这里已经有不少香港和深圳的服装品牌入驻，随便逛逛给自己买了几身休闲服，又去了女童专柜，想要给安觉买几条漂亮的裙子。找到一家英伦风的专卖店，看中了一套蔷薇少女系列连衣裙，小马甲和外套一应俱全，一整套售价300元。他考虑到安觉平时喜静不像好动的样子，便又挑选了一件。
带着蕾丝花边的白裙子，还有一件淡绿色的针织裙。回到酒店，她把裙子叠好了，封进一个服装袋里，塞进了行李箱。等她明天去机场之前，找个邮局把她邮寄出去，不留下地址就行了。等乘坐飞机回到北京，张健在李麻子那儿购买的石头也都上路了。几天后，他站在博成珠宝有限公司的仓库门口，指挥着工人从车上卸石头。黑纱皮的那款直接送到我的小院子里，其他的都拉去仓库。工人搬进来时，他就说明了要横着放。张健先用笔画了一个范围，单独把青黑皮壳那一块给捐了出来。如他所料，这块石头周边都是灰白的，没有丁点玉肉。他把这些废料都扔在一边，最后专注地对准自己画出的线切了下去。出力了，出力了！张健摩拳擦掌，赶紧拿起砂纸，顺着窗口擦了起来，一边擦他一边抽着气。这玉肉的品质太好了，这绿色，这透性，都完美到了极点，无疑是高冰满绿、帝王绿。但张健很快在巨大的惊喜中冷静了下来。对于一个珠宝公司来说，一块顶级帝王绿绝对当得上镇店之宝，所以它是不能卖的。那么就需要请一位德高望重的雕玉师，对它仔细雕琢，让它的价值再往上翻一翻。如果裘老六还在那儿就好了。他们至今都没找到裘老六的下落，也不知他是生是死。不过在49城内不乏出色的雕玉师。张健想了想，打算备上厚礼，先去拜访其中的一位。李麻子为能和张健交好，很是高兴了几日。但他的这份好心情，在段宏图带着曾四少来拜访时，变得糟糕起来。李老板，我上次切过小窗口的那块黑纱皮呢？我带四少过来看看，练练手，长长眼力。说话之人名叫段宏图，是曾家的一个项玉师傅。仗着自己上个季度为曾家赌中了一块高冰兰花，态度傲慢，趾高气扬。不瞒段师傅，那块黑纱皮前几天刚被人买走了，要不您和四少看看其他的毛料。段宏图听到他这话，顿时脸色一变，啪的一下拍在大腿上。谁让你卖给别人的？我有说不买吗？可您也没说要买啊，您没有买下那块料子，就让我的伙计切了个窗口，就为了证明您的话。好了，里面一片灰，消息还传了出去，您做了这么不厚道的事儿，是故意找我的麻烦是吗？段宏图面露狰狞，但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解释，有点恼羞成怒。没点眼力见的东西，我都要求开窗了，不就是看中他的意思吗？你怎么就把它卖给别人了呢？段师傅，您这么生气做什么？不过一块注定要垮的毛料，被人买了就买了吧，你这副样子，莫让人以为我们曾家小气刻薄。曾少云不喜欢段宏图，但这小子确实是几个项玉师傅里最有天赋的一个。父亲让他跟着段师傅学习，所以不管心里再不情愿，也只好应了下来。段宏图气急败坏的跺脚，但却不敢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口。他为了压低这块黑纱皮的价格，在看出他有奥妙后，故意贬低。四少，您是不知道那块黑纱皮它其实怎么？在一边竖着耳朵聆听的李麻子心里暗暗吃惊，难不成那块黑纱皮不是垮料？他很快琢磨透了这其中的猫腻，对于段宏图越发恼怒憎恶起来。段师傅，无论如何我都是正当买卖，那块黑纱皮当日你没有定下，更没有下定金，我当然能卖给别人。你存着什么心思，我算是看出来了。我李麻子做毛料生意也快10年了，还从未见过你这样的人。以后你休想再进我的铺子来人啊送客。你敢赶我走？你可是曾家的香玉师傅，你这样做就不怕得罪曾家？不好意思啊，这曾家我自然不敢得罪，但你却压根不配做曾家的香玉师傅。怎么，你非要让我把事情说明白吗？曾少云虽然年纪小，但却心思聪慧，很快听出了他话中的深意，看向心虚的段宏图。你做了什么好事？上次他和安爵比试赌石的那次，毛料里被人混进了避祸，阿武去查过各种痕迹，都指向段宏图。曾少云却苦于没有铁证，无法将他开除。四少，您别听他乱说我对曾家的忠心苍天可证啊。刚才李老板有说你对曾家不忠了吗？曾少云看到他这般反应，心里已然有数，这个段宏图果然在他曾家的毛料里动了什么手脚。四少，你一定要相信我呀！相信你不难老实交代清楚，你到底做了什么事，惹怒了李老板？段宏图当着李麻子的面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实话。你死鸭子嘴硬不肯说，难道我自己就查不出来吗？阿武，我们走。段宏图脸色灰败的目送他离开，回头凶狠地瞪上了李麻子。李麻子见他被曾少云怀疑上了，嘿嘿勾起狞笑，招呼伙计拿起扫把，把他狠狠揍了一顿，赶出了店铺。曾少云当天下午就得到了答案。段宏图发现了上等原石，却不想为曾家谋德，而为了压价故意说他是垮料，绝对是存有中饱私囊的私心。而买走了那块黑纱皮的是北京的一个男人，
叫张健，来自博成珠宝有限公司。曾少云无权解雇项玉师傅，但他的父亲却有。在听过他的报告后，曾明又派人去查了一遍，发现事实确实如他所说，立即辞退了段宏图。悔恨的段宏图开始事事不顺，思来想去，他决心去找叔公求助。多日不见，你还在做曾家的走狗吗？叔公，我已经没有和曾家合作了。曾家人行事作风过于霸道，吃相太难看，我怎么能助纣为虐呢？我听您的，已经和他们解除了劳动合同。你还有脸来找我求情？你做的那些事，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如果你刚才对我说了实话，或许我还会帮你一二，但你却选择了撒谎，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根本就不知悔改。滚出去，不要再来了。段峰却不讲任何情面，让自己的大儿子把他赶出了家门。安觉拎着一挂香蕉，看到一个陌生的男人被段叔叔赶了出来，心头有些惊讶，但却没有上前过问。他一直等着这人狼狈地走掉，才从树后走了出来，敲响了房门。你来就来吧，还买什么水果？下次你再这样，我可就生气了。你老别生气，这是姐家的香蕉，要不了多少钱的。你这丫头就是太见外了，走进屋里去，你张奶奶正好在炸藕夹，待会儿你尝尝。藕夹啊，我挺喜欢吃的，要不要我去厨房帮忙？不用，她不喜欢有人跟她抢活干。段峰笑了笑，拉着他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抽出一本书来考教他。10分钟后，张奶奶把餐桌摆上了，热情地招呼安觉吃饭。瞧你怎么又瘦了，一定是学校里的伙食不好。老头子，你怎么每次都拉着小觉看书？现在的孩子都不喜欢看线装书了，你还当个宝贝似的。我这是宝贵的文化遗产，你不懂小觉，你说是不是啊？张奶奶，我还蛮喜欢带着墨香味的线装书的，我家里也有不少。段爷爷是个爱书的人，您就别说他了。他呀，就是个书呆子。那是我的兴趣爱好。你年轻时候不也挺喜欢戴块玉在脖子上的吗？你也说是年轻时候了，我年轻时候的事儿都想不起来喽。安觉埋头扒饭，尽量控制住自己好奇而疑惑的目光。晚饭过后，段峰让他坐在院子里，按照自己的指示泡了一壶茶。你这手法是之前那位师傅教的吧？是的，只可惜我刚刚通过他的考验，还没来得及正式拜师，他就遭遇了意外。那场火夺走了他的生命，也断绝了我们之间的师徒缘分。你曾经说过他姓古。是的，古月白是我师傅的名讳。怎么，段爷爷，您认识我师傅吗？似乎听谁提起过，但记不清了。不过从你的学识来看，他必然是个学识渊博之人。听你说未来的理想是京大的考古系，我很高兴，不介意多教你一点。但你既已有师承，我就不好意思自称你的师傅了。段爷爷，您这是愿意收我做徒弟的意思吗？我早就对外宣称不收徒弟了，所以只是教授你一些学问，但并不能够以师徒相称。你如果愿意，就每周日过来学习，但这件事必须保密，能做到吗？能做到，段爷爷，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您。段爷爷，我能问问您的名讳吗？段峰哈哈一笑，把自己的私章掏出来，递给他看。我的名字很普通，不过在有的人眼里还算有点价值吧。你以后如果在外面听到我的名字，不用觉得意外，也不要轻易表露自己和我之间的关系，明白吗？看到私章上用小篆雕刻的段峰2字，安觉按捺住心里的激动。我知道您是个低调的人，所以我不会对别人说跟您的关系。不错，我喜欢清静，不喜欢总被人打扰。今天你第1天入门，我得送你一件小礼物，聊表心意。来，跟我来。段峰笑眯眯地把他领到了自己的储藏室内。那边的白色书柜上有一些玉石，你去看看，喜欢哪一块就拿过来，我给你刻一方私章。安觉觉得这礼物有点太贵重了，但却没有拒绝。于是他走到白色书柜面前，戴上手套，或拿起，或摩挲，小心谨慎地观察起来。最后深呼吸一番，相中了一块雕着小乌龟的象牙白的玉石。我喜欢这一块，不知道段爷爷舍得割爱吗？好，既然你喜欢，那就这一块了。在这块玉龟旁边，有一块樱桃红，体积大，品相不知道比这块好上多少，但他却故意视而不见，只相中了玉龟。段峰看得出来，他对于沁色是有些了解的，所以对于他的不贪十分满意。你下次过来，这枚私章就该刻好了，但你一个孩子不好放在身边吧？
我用师兄的身份证在银行里开了个保险箱，可以把私章存放在那里。之前我赌石解出来的翡翠也一并放在那里啦。哦，你还解出了翡翠，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啊！在哪里买到的毛料？在古玩街上的七哥手上买过1块，前些天和曾少云比试，赌石得着了4块，品质不一，我打算先放着，等以后有合适的机会了再出手。你怎么和曾家老四认识的？那小子心眼多，输给了你，难免会找机会找补回来。曾少云就是一团孩子气，我看他骄纵了点，但本性应该不坏。这么说来，外面的传言着实不可信。你不知道，曾明也就是他的父亲，曾经派人送来重礼，请我给他这个儿子做师傅，但我没有答应。这曾明小肚鸡肠，被我拒绝之后，就放出话去，说我为人师表，却看不起他们曾家，故意羞辱上门求教的曾少云，欺负一个小孩子。这流言一传出去，我一生清誉毁于一旦，发誓再也不和曾家有所瓜葛。只要是曾家人，我一概敬而远之。原来还发生过这种事，真没想到曾少云的父亲这样不讲理。这口气您就这么咽了？我年纪大了，对于虚名其实已经不那么在意了。不过要是能培养出一个能在赌石和古玉造诣上都盖过他儿子一头的徒弟，你说曾明会不会气死？您刚才还担心曾少云会找我的麻烦，现在又不在意了？又不是让你现在就和他杠上。我知道曾少云是有些天赋的，但他家里那个环境恐怕无法提升他变玉的境界。不过曾明舍得花钱给他请的几个老师的确有些真材实料，你基础好，只要好好跟着我学，几年之后未必不能强压他一头，狠狠灭一灭曾家的气焰。段爷爷，我记住了，一定会好好学的。对了，你刚才说用你师兄的身份证开了个保险箱，这不是什么长久之计。你段叔叔在公安系统有熟人，办个身份证而已，不妨事。有了身份证之后，他能做的事儿就多了，比如买房置业、租房办存折等等，都能用自己的名字，不但方便，而且安全得多。见天色已晚，安觉告辞离开。他回到宿舍时，葛薇和王双平都在，不过脸色有些难看。你们这是怎么了？有话就说。葛薇蹙起眉头，从书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递给他。安觉，上次我和你去花鸟市场的事被人看到了，还拍了好多照片，现在学校里所有人都在传，说你和曾四少在谈恋爱。荒唐！我只是不小心踩空了台阶，他顺手扶了我一把而已，怎么就被拍成了这样？我跟他们说了，当时我也在场，但是没有被拍下来。秦老师见你没回来，把我叫过去问话了，还问我是不是每周末都和曾少云见面。我说不知道。安觉，这可怎么办啊？他是不是这几天都没来宿舍？陆圆圆回家住了，宿管老师说他父母认为住校生活严重影响了他的学习成绩。安觉，你是不是认为是他做的？那天我们出去的事还有别人知道吗？你都跟谁说过？我本来就是个大嘴巴，说不得跟很多同学都讲过。那我就亲自去问秦老师，这些照片是谁散布出去的？这人处心积虑要搞臭我的名声，对他能有什么好处？第二天的晨会，安觉没有参加，被秦老师带到了办公室谈话。这次的照片事件比较麻烦，教务处的丁主任非常重视，你会去和曾少元比试赌石都是为了帮我，这次真是太委屈你了，要不然我和丁主任把事情说清楚。不用了，秦老师，清者自清，这种事越描越黑，拍照的人摆明了是要针对我。只是秦老师，您知道是谁把这些照片散布出去的吗？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什么时候照片就满天飞了，学校里许多学生在操场上捡到的，谁都有可能。你除了陆圆圆还得罪过什么人吗？秦老师，陆圆圆也不是我故意得罪的，她自己非要嫉妒我，我能有什么办法？总之这件事的影响很不好，你近来都不要出门和曾少云见面了，真要憋得厉害就上我家去玩，你方叔还给你做好吃的。安觉点点头，对于秦老师的善意和信任很是感激。从办公室出来后，偏偏这么巧，他看到了迎面走过来的陆圆圆。陆圆圆趾高气扬，穿着一条实心的红裙子，宛若一个骄傲的小公主。怎么又犯什么事儿了？干得不错啊，我还真有点被吓到了。不过就算我名声臭了，段琛就能高看你一眼了。我已经说服我妈了，她答应我，如果我能和段琛谈朋友，就全力支持。段琛的父亲是我爷爷的下属，
爷爷也一定会支持我和段琛在一起的。那还真是恭喜你了。但你好像没问过段琛自己的意思吧？据我所知，他好像不是那种情愿被家长摆布的人吧？说了你也不懂，段琛是段家的人，他的终身大事当然是越早定下越好。安觉当晚给李小豆打了电话，把陆远远的所作所为全盘托出。李小豆气得跳脚：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呀？那个姓陆的贱人，他以为他是谁啊？段琛绝对不可能看上他。当然了，他要看上也得是看上你这样的啊！但那人跟只苍蝇似的，烦死我了！你有什么招吗？暂时想不到。他得到了父母的支持，就这个层面上来说，我不如他。不过他提到的段家，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段琛父亲的家族属于北京段家的分支，去年段委员不是刚上台吗？段家风头正盛呢。我估摸着陆圆圆是听到家里的长辈说起过什么，势利眼，小小年纪就学会了钻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不要挡住别人往上爬的路了。翌日，安觉撇开李小豆如何谋划教训陆圆圆不提，对秦淑芬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要求。什么？你想跳级？是的，秦老师，我已经想好了。这初一的课程对我来说太简单了，每天上课不过是浪费时间，还不如趁早跳级。跳级可不是容易的事，跳级考试的题目比平时的考试还要难。你真打算参加吗？您放心，我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的决定。是不是因为那些照片的事？这算是其中一个原因吧，但更重要的是，我的确有实力跳级。既然你决定好了，那我就写一份申请，看校长批不批吧。你好好准备跳级考试，把初一下学期的辅导书多看看。很快，安觉要参加跳级考试的事就传遍了初一年级。葛薇张大的嘴巴能塞进去一个鹅蛋，偷偷问他是不是为了躲开陆圆圆。我没有和他较劲的心思，他却成天和我过不去，这样每天还怎么安心学习？既然如此，那我就跳到初二去，离得段琛远远的，这总行了吧？厉害，陆圆圆一定会气得脸都紫了。无所谓了，他喜欢把自己当成女主角，但我凭什么配合？一周过后，安觉在秦淑芬和教务处丁主任的监考下，顺利通过了跳级考试，卷面分比初二现在的年级第1名低了3分，这种成绩足够跳级了。照这么下去，京大的考古系一定能成为你的囊中之物，加油吧！我和丁主任商量了一下，打算让你去初二一班，你没意见吧？挺好的，我没意见。跳级之后，安觉本来是应该换一间寝室的，但初二那边已经没有多余的床位了，还要委屈自己和陆圆圆住在一起。得知安觉跳级，以为他马上要搬走的陆圆圆，居然又住了回来。陆圆圆的心思很好猜，她想要和段琛多一点时间相处，当然还是住在学校更方便。安觉干脆收拾好行李，在学校附近租了一套房，房子里什么都是现成的，不需要他添置什么。一间房作为卧室，一间房作为他的书房。更妙的是，书房里本身就有一个储藏室，门很小，用一幅卷轴画就能轻易遮住。于是搬到出租房的第1天，安觉就启动了交易平台。苏仙人，你这是怎么了？苏白宁刚好在线，只是脸色黑沉，眉宇之间透出一股哀怨和伤痛，让安觉十分意外。我要你找的东西呢？在这里。这株是含羞草，只要稍稍轻抚它的叶子，它就会含羞地收拢起来。这株则是观音莲，你看它像不像观音大士的莲花宝座？的确是非常可爱的植物。观音莲是你特意为我找的吧？有心了。含羞草寿命如何？只要好好照料的话，10几年没问题。他应该会很喜欢吧？如果喜欢，就早点醒过来，亲眼看看他吧。您是打算送人的吗？他最是喜欢这种可爱的植物，只可惜他还在昏睡，看不到。那您多给他买点这样的植物，说不定他能醒得快一点。这次你想要什么报酬？我昨天刚吸收完了一批零食，品相不错，是红色的，要吗？认识您这么久，我还没送过礼物给您呢，这次的植物就当是礼物吧，不要您的报酬。礼物？苏白宁对于这2个字极为陌生。自从他被逐出师门，100多年来，为了躲避仇人的追杀，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又哪里有人会送给他礼物？好，那我就收下了。你继续帮我物色可爱的植物，有毒的也可，他很喜欢。成，我记下了。在安觉师从段峰之后，日子就变得更加充实了。每天24个小时，每一个小时都要计划着来。一晃眼，已经到了初2下学期的期末。在期末考试之前，他和葛薇约好了要出去玩一次。安觉上辈子就会滑旱冰，现在穿上老式的旱冰鞋有点不适应，但滑了一圈之后就得心应手起来，一时技痒还倒着滑了一阵，引来了阵阵喝彩。忽然一个修长的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真巧，
怎么是你？你都躲了我快1年了，难道我就这么可怕吗？陆媛媛的事我已经解决了，她以后不敢再为难你。他怎么样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只是单纯的不想搭理你。毕竟你这种招蜂引蝶的体质，很让我厌烦。安觉不客气地翻了个白眼，一转身又滑了出去。段琛也在这里，我们走吧。他怎么也在啊？这么巧？哎，我老早就想跟你说了，他该不会是暗恋你吧？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好吧，去吃麦当劳吧，冲绳广场刚开了一家。他们走出旱冰俱乐部，朝着公交车站走去。这时，一辆白色宝马停在了他们身边，走下来一位举止优雅的中年贵妇。你们哪一个是安觉？我就是安觉。这位阿姨有什么事吗？这一世他们家的故事走向和上一世不同。上辈子他认识段琛时，他家里穷困潦倒，连他上大学的钱都凑不齐。这一世，段琛家不但不穷，还很富裕。看到段夫人一身的时髦金贵的打扮，安觉不由得心生厌恶。不管是穷是富，他妈妈还是长着一副刻薄的容貌。我是段琛的妈妈，有话想对你说。他妈妈怎么会来找你？要不要我陪着你？你先去坐车吧，在麦当劳等我。好吧，那你小心点。段夫人见他支开了同学，眼里倒是多了一分赞赏。你倒是勇气可嘉，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不知道，您大概是闲着没事干吧。牙尖嘴利，我这次来是想要告诉你，别以为除掉了一个陆媛媛，就可以和我家段琛在一起了。段琛将来是要去北京取京城世家闺秀的。阿姨，你是不是误会了？我跳级跟段琛有什么关系？他是长得比林志颖好看，还是成绩比我好？我为什么要自降身价去吸引他？你的自我感觉是不是太良好了？段夫人听到他这么说，脸色像调色板一样精彩变换起来。要不是你用了手段，段琛怎么会在书桌里藏了你的照片？小小年纪就诡计多端，长大了还不成了狐狸精？他藏着我的照片，是不是偷拍的？阿姨不经过我的允许偷拍，我的照片是侵犯我的隐私，你最好回去就让段琛烧了，否则我就去校长那儿告状。段夫人被他气得不轻，用涂着红色指甲油的手指指了他半天，没说出一句像样的反驳。您自己回去好好教育段琛去吧，我不想再看到他和我偶遇，这种把戏现在小学生都不玩了。说完，心情愉快地哼着歌。安觉上了一辆公交车。翌日，安觉上学的时候才得知一个离大谱的消息，曾少云转学到了安觉的班级，两人甚至还成了同桌。混蛋，我这就跟老师说要换个座位。为什么你就不相信我只是因为单纯的喜欢你，所以才转学来的呢？不要开玩笑了，你是曾家四少，怎么可能看上我这种普通家庭的女生？还有，要是你真是因为这个理由转学，你爸妈会同意？好吧，你说的还真的挺有道理的。在哪里上学是我的自由，只要我成绩好，他们是不会过问的。再说了，你还没有重要到可以让他们知道的地步。听到他这么说，安觉的心情顿时轻松了。对嘛，这才符合曾少云傲慢嚣张的少爷人设。那以后就互相关照了，好兄弟。好说好说。曾少云来了之后，班上同学看安觉的目光比过去忌惮多了，但他对此并不在意，不管别人怎么看，他都是他，做好自己就行了。奇异的是，曾少云的考试成绩非常的高，期末考试时竟然和安觉并列第一。安觉怀疑这小子早就学完了初中的所有课程，但为了避免在家族里过于的树大招风，他尽量低调，不跳级，也从不炫耀成绩。而两人谈恋爱的消息早就传开，后来两人谁都没有澄清过，大家也就默认了。到了要快暑假的时候，黑三爷不知道怎么听到了这个消息，和张健打电话的时候开玩笑：“你的小师妹可厉害呢，现在就有男朋友了，还是曾家老四。你说他要是知道自己师父的死和曾家有关，会不会立马甩了那小子？”你说啥？安觉和曾家老四好上了，你的人没给你报告吗？曾少云，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就敢癞蛤蟆吃天鹅肉，我靠老子这就找人弄死他！你是他师兄又不是他爸，操的什么心？再说了，毛头孩子谈恋爱都是闹着玩，你还当真了？不行，我得过来看看。那姓曾的小子要是敢动小觉一根头发丝，爷爷就废了他。不要急，曾少云不可能知道他和你师父的关系，毛还没长齐，也不可能参与曾家的高层决议。你说你紧张什么？三爷，我可就小觉这么一个师妹，师父没了，他就是我唯一的亲人。曾少云是曾家人，单就这一点，我就不可能让他们走得太近。你还笑？笑个屁！你想去冲绳一中，偷偷看看小觉我不反对，但你别忘了自己的发的誓，在实力不足以和曾家抗衡前，绝不和他相见，这是为了保护他。3天后，
曾少云要与卢生赌石的消息传遍了冲城的古玩界。卢生是传说中北地翡翠王的大徒弟，在古玩界也是声名显赫的。你真要和北地翡翠王的大徒弟比试赌石？是啊，怎么？你觉得我赢不了他吗？这倒不是，但是这北地翡翠王的徒弟怎么满大街都是？我跟你说，我曾经也遇到过一个自称是翡翠王徒弟的人，也姓卢。还有这种事？你说说看。安觉便把之前在黑三爷仓库遇到的那件事详细的描述了一遍。照你说的，那个卢先生应当是个骗子，和我见到的卢生不会是同一个人。卢生怎么就提出要和你赌石呢？以他的身份，完全没有这种必要吧？你还是个孩子呢，在我们家10岁就能独当一面了。那你们准备怎么赌？卢生说了，要和我赌真假毛料、真假玉石。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他年纪比你大了，至少15、16吧。这真假毛料还好说，这真假玉石，他是故意要玩火吧？无所谓，玉石我见得多了，未必看不出来。曾少云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心里却并没有什么把握。玉石种类繁多，他从5岁学习到现在，资历尚浅，难免就打了眼。他绝对是故意的，我看你得找家里人商量商量。我爸已经知道了，昨晚还把我训斥了一顿，但是话既然说出去了，就收不回来了。这趟北京是去定了，到时候我们学校应该放暑假了，你带我一起去成吗？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就是想去看看。这有什么？你想去就去。1星期后，两人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当天半夜就抵达北京。赶紧去休息吧，明天见。你也赶紧去睡，养好精神。次日早上，安觉8点钟就已经洗漱完毕，本以为可以围观一场精彩的赌石比试，却没想到临出门，曾少云派人来通知他，说不能带他一起去了。家里的长辈来了，安觉表示可以理解。四少说你可以去逛街，但我必须跟着。如果有什么想买的，我来付钱。不用，我自己有钱。安觉这次来是为了打发时间，所以玩得很随意。走了几步，他看到前面有几个外国人蹲在一个摊子前指指点点。3个外国人原来是俄罗斯来的，也会英语，听说一个瓷碗要200人民币，摆摆手立刻走开了。忒没钱的洋鬼子还看什么看？安觉笑了笑，蹲下来指着一块玉片。我能看看吗？闺女，你也看古玩啊？看吧，不过小心别摔了。这可是古玉，带沁色的，还是鸡血沁，可值钱。这东西什么年头的？有来历吗？这是汉代金缕衣上的玉片，我本来还有3片的，都被人高价买走了，只剩下这1片了。闺女要是喜欢，伯伯给你便宜点，400拿走，怎么样？这就是古玉，我怎么的也得放进温水里泡泡才能知道吧？哟，闺女还懂得煮玉出灰呢，但你有所不知，这煮玉出灰也是做不了准的。所谓煮玉出灰，就是鉴定古玉时，使用温水浸泡一段时间，能够破坏表面包浆，看清真正的玉肉。您说的不错，但您这块所谓的玉片，连新提油都算不上，顶多就是个狗打醋。嗨，你这闺女不懂，不要乱说。听到安觉能说出这2个手法，摊主就知道他是低估他了。真了不得，年纪小小的一个丫头片子都会看玉了。用狗血浸染玉器，埋在地下一段时间会变黑，狗血稠且黑，所以又叫狗打醋。这玩意根本不值钱。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凡是狗打醋的玉器，在沁线边上都会出现血疙瘩，细细看过去，就会发现血疙瘩像一条草绳上系着几个绳结似的，我一眼就能认出来。嗨，你这闺女还真厉害，成算我倒霉，被你看出来了。走开走开，我不卖你东西了，别耽误我做生意。安觉却是不走，指着这块玉片旁边的一块黑漆漆的东西。这东西卖吗？50块，你卖就卖，不卖就算了。摊主看了那东西一眼，自己也记不起来那是个什么玩意了，想到今天自己还没开张，便挥挥手同意了。安觉笑眯眯地付了钱，把黑石头拿起来揣进荷包里，继续往前走。你买的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古玉，而且是一块墨玉。阿六惊讶地看了过去，看来看去，还是不觉得这块黑漆漆的一块石头会是玉。刚才我是故意拆穿摊主的话，就是为了让他忌惮我。他知道了我是行家，自然不敢让我在这里多留。我在开价要买货，他没有不答应的。安觉却没有再往下解释，墨玉是和田玉的一种，真正的墨玉应该是全黑不透明。为了确认，安觉刚才在摆弄玉片时启动玉石交易系统鉴定了一下，心里惊喜非常，但面色丝毫不显，果然成功捡漏，把摊主蒙在了鼓里。回到酒店后，
阿六对阿五报告安觉一天的行程，而安觉看到曾少云一脸沉郁，头顶上一贯容易上翘的一撮毛都耷拉了下来，可见是输得很惨了。我说，你不会一块石头都没辨别出来吧？石头，那种用现代工艺造出来的东西也能称为石头？呸！曾少云眉心拧成麻花，安觉还是一头雾水。我本以为那个卢生是正人君子，没想到竟是一个卑鄙小人。他做什么啦？那些石头根本没有一块是 A 货，不过他们造假水平确实厉害，连我都看不出来。如果这种程度的弊货流入原石市场，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安觉心头一颤，因为他想起来自己在上一世听到过的一则新闻，据说是外国富豪从中国商人手里花了500万美金购得，但在不久后，这位富豪就将中国的翡翠珠宝商告上国际法庭，原因就是这个翡翠除了表皮有几厘米冰种翡翠，其余部分都不是 A 货，而是用化学物质处理过的低等翡翠。卢生知道这些石头是 B 货吗？我不知道，但是他的表情也非常惊讶，赌石途中还狠狠瞪了场外的一个人。不过他确实技高一筹，至少到最后也没挑出一块 A 货。安觉若有所思地开了罐汽水，递给曾少云。那古玉呢？我也输了，我判断错了一块。那他们是怎么知道哪块是真的呢？因为古玉也可以造假。我白天还在东四大街看到一块狗打醋。最后鉴定这些古玉的是一个大师，他是中国玉石协会的理事长，不可能偏袒谁。这卢生面子也真大，这么重量级的人都请出来了，他只怕不是冲着我来，而是冲着曾家。安觉不太明白其中关窍，见曾少云脸上愁云密布，于是从荷包里掏出那块墨玉。你瞅瞅是不是好东西？曾少云诧异地看了安觉一眼，脸色缓和许多，随后打灯端详起来。不错，是件好东西，是一块真品。你多少钱得的？50，看你喜欢，要不就送你吧。曾少云愣住，我随便捡漏来的，送你好了。安觉并不知道，曾少云愣住并脸红，并不是因为玉本身的价值，因为曾家有一个传统，他们曾家人从不随便赠玉，只有婚嫁结亲才会互相赠送和田玉。可是我没有合适的玉送给你，你等我回冲城，亲自给你打磨一块送你。曾少云看着唇红齿白、笑容甜美的安觉，觉得心口有点发烫。可安觉还以为曾少云的脸红是脸皮薄。没事，不用那么客气。对了，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安觉本打算如果曾少云赢了，还能多逗留几日，顺便打探下旗舰的消息，但曾少云输了，他就不便再提。明天我带你在4-9城里逛逛，再吃点地道京城。没事，后天我们再回怎样？行吧，你安排就好。于是第二天，曾少云就兴致勃勃地带安觉去逛街了。我问过四叔了，他说这家私房菜做得好吃，烤鸭比全聚德还要地道。我们中午就去这里。1个小时后，他们抵达名为邱义农的私房菜馆。庭院里起了几座八角亭，用餐的地方就在八角亭里。因为曾少云昨晚就预约了，进门报上名字，便有穿着改良旗袍的礼仪小姐前来领路。一行人刚一落座，茶香就缓缓萦绕上鼻尖。喝完茶，烤鸭就上来了，还搭配着2道凉菜，做得小巧精致，就是分量太少，每个人夹1筷子就没了。正吃得舒畅，外头忽然传来一声鞭炮的爆炸声，把安觉吓了一跳。阿五，出去看看怎么回事。阿五点头往外走，不消片刻回来，好像是有客人带的孩子不懂规矩，扔了一个2踢脚。但没过几分钟，这鞭炮声又响了起来，而且是接连响了好一阵。到底是谁家的孩子这么调皮？他的父母都不管的吗？好像是钟家的孩子，家里宠得厉害，不过钟家道歉了，说马上就带孩子走，还算是拎得清的。安觉不以为意地继续吃饭，把烤鸭吃了大半，肚子都撑圆了。一行人吃好后，在庭院里散了会儿步，欣赏了一下景色。安觉走过一座1米宽的小桥，突然被一个小小的人儿给撞了满怀。他吃力地稳定住身体，反射性地伸手抓了小孩一把，再后退一步，2人就要掉进池塘里了。小瑞，你没事吧？小姨我没事，走路不看路，冒冒失失的。真是抱歉，这是我外甥，刚才撞到这个小姑娘了，是她的不对。小瑞，你刚才不应该跑得那么快，我早就告诫过你的。既然做错了事，该怎么办？对不起，我错了，姐姐你原谅我吧。没关系，还好我们没有掉下池塘去，你下次一定要注意啦。曾少云这时也注意到了这位女士的面貌，疑惑地在她和安觉之间来回打量。小觉，你们……但是安觉并没发现，她竟然和这位女士长得很像，只是一味地拉着曾少云离开。小姨，刚才那个姐姐跟你长得好像哦，难道是你的私生女？什么私生女？
这话你从哪里学来的？走回去了，你外婆该等急了。你再这么皮，下次出门不带你。然而当钟敏带着小瑞回到包厢，将刚刚发生的事情复述一遍后，却从母亲段宁欢口中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你还记得我曾经告诉过你，除了你大姐，你还有一个二姐吗？记得但是吗？二姐不是早就失踪了，找不到了吗？您是不是又想她了？其实我一直瞒着你，她哪里是失踪了，当年她是被人拐走了。您是说刚才那个小姑娘，有可能是我二姐的女儿，因为她长得像我。虽然希望渺茫，但我还是想试试。你去打听一下，看她是哪家的闺女，先不要惊动人家，查一查再说。敏敏，你跟你二姐小时候长得特别像，如果她真是你二姐的女儿，会长得像你就不奇怪了。不知情的安觉先回了冲城，回到出租房后，他接到了秦老师打来的紧急电话。小觉，你总算是回来了，再联系不上你，我真是要急死了。你赶紧收拾东西回家一趟，你家里出事了，你家的书店被人纵火烧了。安觉脑子嗡嗡作响，谢过秦老师，立刻往家里打了通电话。电话那头却不是安定或周倩，而是周倩的儿子苏进。进哥，怎么是你？我爸和你妈都在医院吗？情况怎么样了？苏进比他大了2岁，在冲城4中读书，已经初3了。接到消息回来时也是心急如焚，但他去医院看过了，心情已经冷静下来。小觉你别慌，我妈只是轻伤，现在已经快好了。但是安叔叔受伤比较严重，他为了救你那2个双胞胎弟弟被火疗伤，不过没有生命危险，你放心。我这就回来。他按照苏进所说的病床号找了过去，一进病房，看到戴着氧气罩、浑身包裹着纱布的爸爸，眼泪瞬间跌出眼眶。爸，我回来了。安定半睡半醒，听到他的声音就张开了眼睛，牵起嘴角想要笑，却吃痛的皱起眉头。您别说话，是不是很痛？周倩拎着开水壶走进门，看到他顿时露出微笑。小觉回来了，是秦老师通知你的。妈，你辛苦了。不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好端端的书店会起火？周倩有些支吾，她知道安定不希望自己告诉安觉，但她实在忍不住心里的怨恨和气愤。是安分故意放的火。安分为什么要放火？我也想不通，但就是他放的火，这绝对错不了。周倩埋怨地扫了病床上的安定一眼，握住安觉的手抹起了眼泪。什么？当时火势蔓延得很快，你爸往身上浇上水就冲了进去，拼着命把小明、小飞抱了出来。当时他整个后背都着了火，安分自己怕死，发现火已经不受控制，不知道跑得有多快。要不是你爸爸心疼2个小孩，他们指不定怎么样呢。我叔是不是疯了？他就是个畜生，现在你奶奶也对他彻底失望了。小明和小飞多乖的孩子，这次受了挺大的惊吓，这都2天了还没缓过神，话都不会说了，怕是要留下心理疾病。我去找主治医生了解一下我爸的病情，再去趟派出所。这么大的事，安觉必须要个说法。小明和小飞还好吗？小觉，你告诉叔叔，他们是不是没事儿？啊，一定没事的。叔，我以前只认为你好吃懒做、自私自利，但没想到你竟然在我家书店里放火。你想烧死谁？我爸还是我妈？不，我没想害你爸妈的，我只是烟瘾犯了，在2楼躲着抽烟，谁知道一不小心把烟头弹到了书柜上，结果火腾一下就着了。你真是因为不小心抽烟才引发的火灾？是啊，小觉，你帮我跟警察求情，放我出去吧。安分佝偻着背，眼角的皱纹堆叠起来，仿佛一夕之间老了10岁。你有没有罪？不是我说了算的。我不是人，小明和小飞是我的心头肉啊，我怎么能做出自己逃走扔下他们的事情呢？得了，小叔，你就是打烂自己的脸，我也帮不了你。撂下这句狠话，安觉起身离开。我小叔是不是故意纵火？麻烦警方一定查清楚，我们全家等着看他伏法。你是安定的女儿，才上初中吧？家里就放心，你来处理这件事。我爸爸烧伤严重，我妈得照顾他，家里还有1对双胞胎弟弟，只能我奶奶看顾着，可不就剩下我能办事了吗？安分不承认故意纵火，但消防队灭火之后查看了现场，觉得他在撒谎。如果只是一根烟头，不会瞬间引起那么大的火灾。现在火灾事故调查专家还在勘查，希望能找到决定性的证据。你想跟我一起去看看吗？好，您不说我也要回去看看的。书店的2楼有一间房，是我专门用来存放古籍的珍奇室，不知道那些书是不是古籍的话，是很珍贵的书籍吗？大部分是明清的古籍，还有少部分的年代更早。我爸妈不懂古籍，我怕吓到他们，所以从没有提起过他们的真实价值。你先不要着急，我们先去现场看看。照你所说，你建造珍奇室时使用了一些防火材料，说不定那些古籍并没有被全部烧光。陆天成驾驶警车载着他抵达书店，还没下车，他就闻到了浓重的烟味。
夹杂着一股难以形容的臭气。安觉看了眼面目全非的启航书店，表情凝滞了许久，在1楼徘徊了几分钟，他掏出口罩戴上，跟随陆天成登上2楼。怎么样？起火的原因真的是因为烟头吗？专家的确在现场发现了烟头，同时还发现了柴油燃烧后留下的痕迹。柴油？我们书店里怎么可能会有柴油？一定是小叔。我听爸爸说，火灾前1晚是他在店里值夜。另外有一件蹊跷的是，侦集室也被烧毁了，但里面却没有多少书籍被烧毁后留下的灰烬。事故调查专家认为，应该有人在火灾前就转移了书籍。这不可能！侦集室里的古籍，我从来没有让人动过，我爸妈也不会不征求我的意见就擅自转移他们。安觉眉心团蹙，立刻想到了古月白遭遇的那场火灾意外，倒抽了一口凉气。陆警官，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两人重新回到派出所，陆天成听取了安觉的想法，十分吃惊。你怀疑有人为了得到你的古籍，所以买通你小叔安分，让他纵火制造火灾，以此掩盖他们盗取了古籍的行为。我无法理解，有什么书值得如此大费周章盗取，甚至故意纵火。我脑子里有侦集室所有古籍的书单，可以写出来。您如果能请到一位古籍专家，就能知道他们的具体价值。几个小时后，一个陌生的电话直接从北京打到了派出所，对方自称秦庚平。秦教授想要直接和你通话，可以吧？您刚才说是谁？秦庚平，秦教授，听说是著名的考古专家，擅长宋代古籍和古瓷器、古玉器研究。您好，请问是秦教授吗？你就是丢失了大量古籍的受害者。是的，我是。我看过你提供的书单，你可知道这里面有许多遗失多年的真本？孩子，你能详细说说他们的来历，以及他们为什么会被人盗走吗？秦教授三言两语实在说不清。我是秦淑芬老师的学生，如果您方便的话，能不能亲自来冲绳一趟？我知道我的要求有些过分了，但是这些古籍真的非常珍贵，我没有保护好它们，都是我的错。不要哭，这不是你的错。当务之急是搞清楚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想办法追回这些珍贵的古籍。我这就让家人买机票，晚上应该能到冲绳。安觉抹着眼泪挂断电话，又给秦老师打了过去。秦老师当即决定晚上陪着秦庚平一起来找安觉，并揽下照顾秦庚平老爷子的任务。当天晚上9点，安觉见到了被秦淑芬亲自搀扶而来的秦庚平。您先坐，可不可？我这就去给您泡茶。你别忙，我不渴也不饿。来，先坐下。我没有保护好老师留下的书，我真是太没用了。这又怎么能怪你？来，先把书单默写出来给我看看。安觉一言开始默写。与此同时，陆天成那边终于撬开安分的嘴巴，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听到陆天成的话，众人都十分愤怒，秦庚平更是怒气勃发，一巴掌拍在桌子上。买通嫌疑人纵火的竟然是日本人，这伙强盗当年侵华战争抢走的东西还不够多吗？我也没想到此事能与日本人扯上关系。安觉除了诧异，还在其中察觉到一丝奇异。几乎一瞬间，他就联想到曾经在黑三爷仓库里出现的日本研究员。根据安分交代，对方是主动找上门的。安分这个人比较重利，听说只要放火能得到一大笔钱就心动了。他们是前一天晚上过来，把侦集室内的书搬走的。安觉闭上眼睛，心口一阵痉挛，心想早知道把古籍都捐献给国家多好，现在居然叫日本人偷走了。爷爷，你没事吧？没事，人上岁数受不得惊吓。我有情况要说。安觉随后将他之前遇到那2个山本株式会社研究院的事仔细地交代给陆天成。从表面上看，这2件事应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们这边很久没有出现过日本人了，突然出现确实很可疑。后面经过陆天成一番调查，怂恿安分偷书纵火的确实是山本株式会社的人。这伙人跟安觉之前遇到过的2个日本人是一路的。警方虽然在紫云区内查到了他们住宿的记录，但却并没有留下真名和联系方式。90年代的刑侦水平有限，安觉也知道自己急不来。秦庚平也对上级请求，得到了公安部和文化部对此案极高的重视，加派了几位古籍研究专家的同时，增派了全国公安系统的精英参与调查。为了加快办案效率，安觉也苦苦回忆他见到的日本人的模样，迟迟支撑着不肯回家。还是秦淑芬强硬地把他送回家，好好的睡了一觉。醒来之后，安觉才想起来，自己的玉石交易系统还有个重要功能，记忆镜像存储功能。这功能本来是用来辅助鉴定玉石用的，刚巧安觉当时绑定系统的时候将这个功能自动勾选了，因此安觉很轻易的就将2个日本人的相貌准确描绘了出来。接下来就是陆天成他们枯燥的追捕工作，安觉也只能先去医院帮助周倩护理安定。小觉，这次火灾是你小叔放的吧？在看到安觉点头之后，安定始终不敢相信自己的亲弟弟能做出这么恶毒的事情。爸，
小叔的事以后您就甭管了。火灾事故报告已经公布了，这火就是他故意放的，您可差一点就……好，爸爸知道了，你别生气。安定长叹一声，眼角流下一行泪。安觉能够理解他爸爸的心情，但凡安分有点良心，他都不会坐视不管。但如今他不落井下石都是好的。不到1个月，安分的判决就下来了，因为故意纵火且协助日本人盗取中国古代珍贵书籍，判刑30年。在此之后，安觉联系了安分2个儿子的母亲家人，打算将小明和萧费送到那边抚养，家里的问题自此彻底解决。只是火灾的始作俑者，那几个日本人还逍遥法外，这个仇安觉是一定要报的。而且他还没有等到黑三爷和旗舰的出现，这一切的扑朔迷离都值得期待。